安德数完自己买。
安德招呼仆从赶紧逃离，远离森林后，他虽好奇森林里有什么，但还是决定等实力增强后再去一探究竟。升级。
自愿成为亡灵仆从与被亡灵操控强制变成仆从是不同的情况。在亡灵世界，高阶亡灵能随意胁迫低阶亡灵成为仆从，低阶亡灵需交出魂火碎片。法则规定，不会亡灵操控术的亡灵，5级以下可拥有1个仆从，5到10级2个，10到15级4个，15到20级8个，24级成为君王时，自愿亡灵仆从激增到40个，即便40级君王也最多只有40个仆从名额。因此，亡灵君王间为奴役仆从不断发生战争。现在把视线转到主人公骷髅法师安德。安德收了骷髅领主瑞德为计划外亡灵仆从后十分得意，从此他不用每日捕猎。瑞德的领主技能亡灵震慑，虽只是亡灵君王天赋威压的多次简装版，但全力发动能影响200多米内的低阶亡灵，还可强制他们做事。安德明白如何发挥该技能，他翘着2郎腿坐在墓碑上指挥瑞德，让方圆200多米内的骷髅都成了苦力，准备把墓地正中的骷髅神庙扩建成大堡垒。骷髅墓园地理位置优越，地处2河交汇，核心区域有能筑的宫殿，还有无数石质墓碑和大量可被震慑做苦力的骷髅。安德便想就地取材建城堡。他的要求是修一条围住墓园的石墙，石墙外挖条护城石沟，再修缮墓园中心建筑。由于他暂时不能贸然升到10级，怕惹死神海德里希不高兴，于是开启了枯骨平原骷髅墓地1期基础建设工程。为减慢升级速度，他连其他亡灵的魂火都不吃了，白天做监工指挥瑞德拆墓碑搭城墙，晚上借着猩红双月的光亮研究卡什尼科夫笔记，只有魂火内的阴阳鱼自行吸收猩红月光。他的正边骷髅仆从们在墓园横行，麦哲伦吸骷髅冰魂火，安德赐名吸星大法，达伽马挥舞金属爪，安德赐名9阴白骨爪。其他仆从实力差，场面糟糕，被安德嫌弃。3只狗狗被撵去河边抓金属骨鱼，安德想给他们全深度金属骨力，却觉得原本的方法效率太低，想把金属液化后再镀，但他没这能力，钻木取火温度也不够。这时骷髅领主瑞德报告城墙修好，安德一看，瑞德修了根跟他一样粗细的石柱子。安德无奈，将建石头城的计划缩水成修篱笆墙，让瑞德每隔100米修1根石柱子。瑞德询问100米多远，安德发现这个世界没有100米的单位，意识到法则或许并非高不可攀，便急切地翻看笔记。瑞德又追问，安德走到石柱边跨出一步，告诉瑞德自己走100步的距离就是100米。瑞德看着主人的走姿，觉得实在是丑。法则是什么？安德陷入沉思。他依据自身领悟和卡什尼科夫笔记，渐渐有所领悟。在原本世界，11等于20法则，而在亡灵世界，法则或许不同，甚至他可自行规定。卡什尼科夫大君王在成为君王前，多次响应主位面亡灵巫师召唤，主位面魔法昌盛，顶级魔导师能移山填海，其法则与地球世界大相径庭。安德考虑利用不同位面法则差异获利，比如亡灵位面金属物质缺乏，主位面却很丰富；亡灵位面亡灵生物多，主位面亡灵法师需召唤；亡灵位面学东西要去神殿，主位面可自行学习，亡灵巫师众多。想着这些，安德愈发兴奋，决定去主位面看看。每时每刻都有主位面亡灵巫师召唤亡灵，游荡的亡灵可选择响应并提要求，但许多低阶亡灵无意识响应，被主位面巫师当作消耗品，导致亡灵有意识后拒绝召唤，这也和巫师研究出强制召魂术有关。早期巫师多用黑暗互惠契约，亡灵与巫师是合作关系。安德将精神力外放搜索用黑暗互惠契约的召唤，结果很失望，现在的巫师都用强制召魂术。他愤愤不平，虽抱怨但难敌主位面诱惑，再次搜索。2-3个小时后，一个用黑暗互惠契约的稚嫩声音出现，是克里斯蒂娜·维西。安德激动响应，可契约死神签订的竟是同生契约，意味着他与克里斯蒂娜同生共死。带着近乎无穷的怨念，安德穿越传送门开始主位面之旅。白光散去后，他身处狭小石屋，屋内有一张床、一把破旧木椅和一张原木长桌，桌上有不大的水罐、粗劣的盘子，盘中有小半块黑面包和2只铁质刀叉。靠墙有狭长窗户，窗外有花团锦簇的小树，一只小鸟落在树枝上梳理翎毛，一只黑猫在树下打瞌睡。安德看到绿色树木、黄色泥土、嗅到草木芬芳，愣住了。这时，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儿声音在他背后响起：“那个，骷髅法师先生，您是响应我的呼唤而来的吗？”那个，骷髅法师先生，您是响应我的呼唤而来的吗？声音从背后传来，安德气冲冲转身，想起同生契约，取出枯骨法杖，想教训召唤者。可当他看见是个14、15岁的小姑娘怯生生地看着他，便下不去手。小姑娘金发干黄，小脸脏兮兮，轮廓柔和，眼睛如黑宝石般晶莹剔透，身着破旧却干净的黑色连衣裙，双手拽着比安德笔记还破旧10倍的羊皮卷。安德自认不欺负妇孺，倒提着法杖，不知说什么好。
他奇怪小姑娘长相不差，屋子干净，衣着整洁，脸蛋却那么脏。你就是克里斯蒂娜·维西。安德先开口，有同声契约，他的意识流能无障碍传递。啊，对，骷髅法师先生，我就是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愣了愣，没忍住出声回答。够了16岁没有？安德没好气地问。再过3个月就够了。您问这个做什么？克里斯蒂娜奇怪地反问。果然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安德把法杖别回脑袋后，发泄怨气，质问他导师没说不能随便和亡灵签订同声契约吗？克里斯蒂娜称没，导师按爷爷留下的卷轴做的，不知同声契约不能随便签，还把卷轴给安德看。安德发现卷轴开头是黑暗互惠契约，后面有大窟窿，接着是同声契约使用方法，还标注可同时使用。好了好了，这不是你的错，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安德换话题。克里斯蒂娜说这里是玛雅城，是鲁格大公国北方最大城，有波音法学院。他对学院事务娓娓道来，安德听完能想象学院一切和6大系魔导师样子。小姑娘，你召唤我来到底是想做什么？安德发问，猜测他想参加入学考试。我想去参加3年1届的波音法术大赛。克里斯蒂娜低声说。什么？安德跳起来，指着他鼻尖，波音法术大赛号称最真实的魔法师比赛，有30%参与者死亡率。不准，坚决不准去！你要敢去，我跟你玩命！安德声色俱厉阻止，可小姑娘虽害怕，却将脑袋摇成拨浪鼓。不，我必须得参加，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绝对不行。我身为成年人，不能对一个小丫头去送死的事坐视不管。安德蛮横地打断克里斯蒂娜哽咽着要说的话。话出口后，他觉得自己语气过重了，毕竟和这小姑娘并不熟悉，于是换了一种大义凛然的说法。可克里斯蒂娜小姑娘仍旧用力地摇头，丝毫没有被安德的话打动。她甚至还想反过来劝说安德，叫我安德就好。安德赶忙打岔，这可是他以往常用的语言策略，要拒绝性格倔强之人的请求，在对方想说话时不断打岔是个好办法，而且这种方法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人效果更好。小姑娘十分乖巧，顺从地改了口，接着又要阐述自己坚持去参加比赛的理由。安德哪能让她把话讲完，继续插科打诨。不过看到小姑娘原本水汪汪，在自己接连打岔后变得无比坚定的眼神，安德放弃了继续搅乱局面。说吧，给我一个你非去不可的理由。安德定定地看了小姑娘一会儿后问道。聪明的小姑娘察觉到安德态度有所转变，兴奋的小脸涨得通红。在她心里，一身洁白排骨的骷髅法师安德绝对是充满智慧的。克里斯蒂娜其实没有导师，但她所处的地方魔法氛围浓厚，她也有一些魔法知识。她那盗墓为生的爷爷最后一次盗的是古老亡灵法师的墓穴，他依据一张残缺的卷轴召唤出了安德，认定他是亡灵位面的强者，所以对他极其恭敬，也不觉得他意识清晰有什么奇怪。先说理由，安德无论如何都遵循先听理由再做决定的原则。小姑娘终于道出了缘由，这届法术大赛的第1名能获得一枚阿西莫夫储物戒指，他一定要拿到。安德询问这戒指和他的关联，原来这戒指是他爷爷的。他爷爷盗墓所得的珍品都在戒指里，本打算干完最后一票就收手，却被克莱姆伯爵抓住，拒捕时被随行火法师轰成了渣，只有他逃脱。他到伯爵家当女仆，想找回戒指，没想到伯爵把打不开的戒指送给了波音法学院，学院也没办法，就拿出来当法术大赛的最高奖品。安德不理解他为何不等人拿到奖品后再想办法。小姑娘解释说，戒指里有很重要的东西，且是残次品，每半年会失效3天，谁都能打开。安德一算，失效时间正好是大赛后的第2天。他接着问戒指里到底有啥，小姑娘犹豫片刻，轻声吐出2个字：神器。安德抓着脑袋回到亡灵世界，神器的消息对他冲击巨大，他虽只是4级骷髅法师，却也动了将神器搞到手的心思。依据同声契约，若被召唤去主位面，他能按主仆契约召唤手下。他目前拥有1干手下，有已满10级但性格250且自恋的骷髅领主瑞德，正在刻苦修炼9阴白骨爪的5级达伽马，吃太饱打嗝飘着的6级麦哲伦，还有3头在墓园玩闹的古敖，以及10几个修炼围殴的巨斧骷髅。安德升级4级后精神力增长，能招纳约50只骷髅，上次凑齐却因骷髅领主狂暴折损大半，后来他忙于墓园基础建设，把这事给忘了。安德下定为神器拼搏的决心，巨龙手下准备去感化其他亡灵。骷髅领主因监工修筑的石柱倒了3座，怕被安德知道挨打丢面子，恭敬询问吩咐。安德打算捕猎升级，赶在波音法术大赛前升1级，补齐骷髅仆从。他估计升到5级时，骷髅仆从能达140-50只，会更有把握。理论上，中级以上魔法师不能参加波音法术大赛，
此赛是为新人提供机会，大贵族法师更关注天空城魔法大赛。安德猜测克里斯蒂娜爷爷搞到的神器，想着到手后等自己10级时送给死神海德里希。他还迫切想恢复肉身，想起盗贼协会的接待员 MM， 对失去的肉身无比思念。安德选中的亡灵倒了大霉，他对骷髅墓园的骷髅法师展开抓捕，用亡灵操控术凑齐了一大队灵级的骷髅法师。这些法师天赋的灵级法术也就加速腐烂、白骨富足、腐烂云雾3种，但20-30只也能派上用场。为了神器和肉身，安德拼命奋战。距离波音法术大赛不到10天，他不眠不休。在墓园奋战3天，骷髅减少大半却未升级，他转而打起僵尸的主意。他带着恶扑以古敖为前导，渡过黑水冥河，杀向一处僵尸洞穴。此前他没打僵尸主意，一是怕有僵尸领主，二是当时不急着升级。现在他觉得僵尸魂火比骷髅强1倍有余，都是能量团，顾不上有无领主了。安德带手下在安全距离外停下，排好阵型后，操纵幽灵麦哲伦飘向僵尸。麦哲伦挑衅僵尸，僵尸追来，安德让骷髅领主瑞德释放亡灵威慑，虽只能让僵尸困惑停3秒，但这3秒钟正是他所需要的。在僵尸被骷髅领主瑞德震慑的短短3秒内，10余道白骨富足术接连从僵尸脚下冒出，骨爪紧紧困住其双足。紧接着7、8团青绿色的腐烂云雾将僵尸下半身包裹。僵尸拼命挣脱白骨富足束缚时，加速腐烂术命中其双腿膝盖附近，腐烂尸肉不断掉落。僵尸好不容易挣脱，走出2步，瑞德立马又是一个亡灵震慑。当僵尸走到安德5步之外时，双腿已被腐蚀成骷髅架，3毛兄弟一拥而上，将僵尸扑倒。安德看着满地乱滚还咆哮的半截僵尸甲，慈悲了一下，随后吩咐畏缩的达伽马上去给僵尸个痛快。达伽马起初面对僵尸很怂，被安德踹了好几脚才上前。试探攻击后发现僵尸没能力伤害自己，便变得嚣张起来，用尖利食指将僵尸捅得血腥无比。杀死僵尸后，达伽马捧着魂火到安德身边，安德让他自行吃掉。安德感叹，低级骷髅没意识敢对高级僵尸出手，有智商的达伽马却畏惧高级僵尸，只能强行驱使他当刽子手。尝到甜头的达伽马变得跃跃欲试。休息片刻，麦哲伦再次飘向僵尸洞穴口，引诱来一只僵尸。安德调整攻击波次将僵尸撂倒，这次达伽马主动出击，速度比上次快1半完成屠杀。这一次的僵尸魂火，安德给了精神力耗尽的小骷髅法师。随着捕猎次数增加，安德的爪牙配合愈发娴熟，僵尸洞穴口的僵尸渐少。尽管有僵尸魂火补充，骷髅法师们精神力还是见底。天空猩红双月升起，安德停止捕猎，让瑞德带队回宿营地恢复精神力，自己和麦哲伦留在原地。不久，僵尸洞涌出一群僵尸，还有个双手电光缭绕的高壮僵尸，安德判断其为尸王。电僵尸发现陈明被杀戮不少，一怒之下抓低阶僵尸询问，小僵尸被电得乱颤，无法说明情况。电僵尸开瓢吞噬其脑浆与魂火。电僵尸冲着安德方向嘶吼，发泄后巡视尸体，凝聚电球炸烂，又杀几只僵尸后回洞，4个黑肤僵尸跟随进去。安德看到黑僵护卫，意识到情况难办，他虽有搞死僵尸领主的想法，但没想到其如此强悍，电球和黑僵侍卫都棘手，他不由挠头犯难。没了电僵尸领主的压制，原本骚动不安的普通僵尸群恢复安静，各自寻地方仰头吸收猩红双月的月光能量。远远躲在石堆后的安德趁机点兵点将，数到2200多就头昏眼花，还数差了总数。没耐性数第2遍的他索性不再数，估计剩余没数的有400-500，加上已数的2200，这数量可不小。要是电僵尸领主领着僵尸杀到骷髅墓园，安德那仅修成1根石柱的篱笆墙根本挡不住，墓园里剩下的几千骷髅都得完蛋。安德估算双方实力和两地距离后，对电僵尸领主起了杀心，虽想不起卧榻之侧岂容的后半句，但明白意思。搞定电僵尸领主有些麻烦，电系是气系分支，土系法术虽对电系有防御加成，可他找不到会土系防御术的人，还得想其他办法，而且其4个黑僵尸爪牙也得对付。安德挠着光溜溜的骨头脑袋，习惯性冒出继续挖坑的念头，可电僵尸领主等级高，会亡灵震慑，还有威力巨大的电球远程攻击，除非挖个100-10米的坑，否则拿他没办法，还不如先提升仆从实力。就像今天一下午，0级的骷髅法师已有好几只升级到1级。走了，回去休息。安德悄悄起身，领着麦哲伦回临时宿营地，打算先清理小僵尸，再对付电僵尸领主。他不信没了小僵尸，电僵尸领主还能翻起多大浪。回营地后，安德没闲着，带着白日没出力的巨斧骷髅到处跑，操控骷髅砍翻遇到的亡灵。这时他的魂火一动，传来小姑娘克里斯蒂娜怯生生的声音，他以为小姑娘有危险，通过同声契约开启的传送阵进入主位面。到了小姑娘房间，
他见克里斯蒂娜举着蜡烛站在门后，神色紧张，见到他后才轻松。安德明白小姑娘是害怕了，暗笑她这么坚强的人也会害怕。小姑娘递来安德要的纯黑色新斗篷，安德麻利披好，拉起风帽遮住骨头脑袋，还自恋寻思自己骨头晶莹剔透，比一般骷髅帅。他隐身到黑暗中，示意小姑娘开门。门开时烛火摇晃，他看到门外站着2个黑披风的人，前面剑士背大剑，带圆盾，肌肉发达，红胡须爆炸，后面是绿发女人。对方打量他们，剑士称安德是低等骷髅法师，无价值，这让安德火冒三丈，让克里斯蒂娜别跟剑士废话，让其主子出来。小姑娘理解安德愤怒，鼓起勇气让剑士主人出来。剑士身后的女人推开剑士走上前，落下风帽，露出精致容颜。安德仍很生气，主观判断她是花瓶，看不出来自己和小姑娘的潜力。绿发的特蕾莎笑靥如花，向克里斯蒂娜小姑娘略微弓腰，行了一个标准的贵族少女见面礼。还不太会掩饰情绪的蒂娜小姑娘只能回了个平民见贵族礼。在主位面，贵族给平民行礼并不常见，所以特蕾莎的举动让安德对她的恶感略减。小姑娘表明发任务是想与特蕾莎家做交易。特蕾莎并不惊讶，她已调查得知小姑娘报名参加播音法术大赛，每年比赛中总会有部分选手与自家达成协议，或死磕对手，或放水。奥金家族虽是世袭子爵家族，但因一直暗中操控3年一度播音法术大赛的博彩业，是玛雅城响当当的金粉世家。克里斯蒂娜小姑娘第一次面对谈判场面，声音略微发颤。特蕾莎让身边的剑士远远退开，走进小屋后释放了一个隔音术，这让安德有些吃惊，没想到他起码是个中级气息法师。安德用意识快速向小蒂娜嘱咐，让他按中午说的讲，注意语气，事关能否得到爷爷的遗物。小蒂娜抬手请特蕾莎在屋内唯一的椅子上坐下，特蕾莎借着烛光看了看破旧的椅子，微不可见的皱了下眉头，谢绝了好意。小蒂娜开门见山地问奥金家族想不想在这次播音法术大赛上大赚一笔，特蕾莎称大赛很正规，家族不可谋取私利，小蒂娜直接打断了她冠冕堂皇的说法。特蕾莎承认家族会为大赛开出盘口，这是公国法律容许，大公也会下注，说完便欲转身离开。小蒂娜赶紧表明只是想做交易，只要家族提供情报，家族会在本届大赛赚很多。特蕾莎停住脚步，问她为何能肯定家族会赚更多。小蒂娜称家族提供对手情报，她会成为本届大赛第一。特蕾莎提醒大赛死亡率约30%，死亡者中魔法学徒占70%，认为小蒂娜可能不正常，撤去隔音术打算离开。他列举了已报名的风系天才大卫、特波菲尔、火精灵本杰明、纳达、精灵族大帝德鲁伊奥拉冈、诺尤斯奇等终极魔法师，觉得只是黑暗系魔法学徒的小蒂娜毫无机会。小蒂娜称导师安德说凡事皆有可能，质疑特蕾莎没做风险投资的勇气。特蕾莎转回来说要见见安德，称其想法错误。不过他改变主意，会免费给小蒂娜第一个对手的所有资料，若战胜会给下一个对手资料，还忠告小蒂娜遇上强敌快速投降保命。说完径直离开。安德很生气，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没错。沿着寂静冷清的青石街道前行，特蕾莎低声轻快地吩咐安德烈，回家后告知德科蒙所管家，派人去查刚才那小姑娘第一轮对手的详细信息，包括身份、喜好、怕什么、参赛前事迹以及会的法术、擅长的法术等。在深沉夜幕下，身背重剑的安德烈听了一会儿后，提醒特蕾莎按照子爵大人的吩咐，除传统交易外，不可肆意浪费家族资源。特蕾莎停下脚步，拉上风帽，语气不善地质问安德烈，就算自己浪费家族资源，他能怎样？安德烈没有回应。特蕾莎轻叹着问安德烈是否觉得小姑娘毫无机会，还说起小姑娘对他说的话。小姑娘称导师告诉她凡事皆有可能，还指出她作为商人没有风险投资意识是错误的。特蕾莎表示不认同小姑娘导师的话，但认同她的第二句，认为这小女孩有价值。她让安德烈把自己的话都告诉父亲，还说若父亲和哥哥们否决他的判断，奥金家族就没希望了。在特蕾莎的小屋中，安德看着蒂娜给自己做的花花绿绿的面具，哭笑不得。他原本想要阳刚霸气的面具，蒂娜解释这是自己花一下午画的。安德只能强装喜欢戴上，还问蒂娜自己帅不帅。蒂娜被逗得笑出声。安德开传送门回亡灵世界，却因位面法则，衣服遗落在地上，他满脸晦气。抬头看天，猩红双月已渐渐西沉。安德回灵石宿营地巡视后，找个地方恢复精神力。因僵尸洞穴出现僵尸领主，明天得小心应对。亡灵世界清晨，安德吆喝着亡灵仆从再次杀向僵尸洞穴，在比昨天约1/2的距离停下。他带着麦哲伦前去侦查，发现洞口的低阶僵尸数量不比昨天少。安德让麦哲伦上去试探，麦哲伦风骚前行，安德砸了个骷髅头过去并威胁他，麦哲伦立马窜进僵尸群发动灵魂吞噬，安德又偷偷丢了个骷髅头。
麦哲伦在僵尸丛中吃得肚皮滚圆，僵尸领主和4个黑僵尸侍卫都没出来查看。安德不客气地让半尸体状态的麦哲伦勾引了只小僵尸后，晃晃悠悠飘回。有事情干时，时间过得快，一下就到了下午。安德这天收获颇佳，那一帮子骷髅法师仆从都升了一级。眼见僵尸洞穴口的僵尸又清理的差不多了，他担心惹出电僵尸领主带来大麻烦，便趁着天黑前带着一众仆从奔向最近的骷髅法师神殿。在神殿外，他让骷髅法师仆从排着一字长龙挨个进神殿，自己在一边维持秩序，心里美得冒泡，还在心里玩恶搞，以此缅怀渐渐遗忘的地球。正想着，安德发现等在骷髅神殿范围的其他骷髅仆从一阵骚动，跑下台阶一看，只见一个披着破烂黑披风的骷髅法师正慢慢走来，手里提着颗黑骑士的头颅，身后还跟着2个魁梧壮硕的黑骑士仆从。这2个黑骑士胯下是半人高的骷髅战马，战马眼中冒着熊熊血色光芒，行指间鼻腔喷出火花，马蹄踏在碎石地面哒哒作响。马上的黑骑士身躯笔直，紧密的头盔遮不住冷冽神情，他们装备齐全，宛如人形武器库。战马脖子下还挂着3、4颗魂火尚在的黑骑士头颅。身披黑披风的骷髅法师在神殿门口停下，安德知道他也是来学习新技能的。这么一个能拥有彪悍黑骑士的高阶骷髅法师，安德可不敢上去套近乎，而是缩到趴成一片的骷髅仆从后面趴下。高阶骷髅法师让安德过来帮忙拿黑骑士头颅，还发出一道意识流并附带奇怪的黑暗魔法能量，试图强制安德服从，但这能量瞬间被安德魂火中的阴阳鱼消化吸收。安德故作站立的站起身，哆哆嗦嗦走到高阶骷髅法师身边，拿过2串黑骑士头颅，暗骂太沉。走上台阶，看到排队的骷髅法师仆从，高阶骷髅法师很吃惊，魂火闪动，披风无风自动，让原本垂涎黑骑士魂火的安德清醒过来。安德疑惑高阶骷髅法师能轻松将魂火内的精神力转化为黑暗魔力。跟在身后时，高阶骷髅法师突然停下，让安德把东西给他。安德手忙脚乱地上，这时透过披风看到其富含金属骨粒的骨骼，似乎明白了什么。高级骷髅法师从骷髅法师神殿走出，兴奋之情连安德都能看出。亡灵炉枪魂火乱扑腾，除愤怒就是兴奋，从其姿态判断并非生气。安德本就没打算和他交流，留在神殿范围是因神庙内不能战斗，否则会被死神海德里希惩罚。他想溜走，但神殿外的2黑骑士让他放弃此念，只能留在神殿外小广场。高阶骷髅法师出来后，指着躲在仆从后的安德传递意识，让他到科尔德隆大领主面前，这次没用黑暗强制。安德虽不情愿，但还是走了过去。刚到科尔德隆面前，一个黑骑士头颅飞过来砸进他怀里，他差点骂对方卑鄙。科尔德隆表示把黑骑士魂火给他，随后带着2个黑骑士仆从离开。安德很是莫名其妙，在亡灵世界被迫干活竟有报酬，他觉得早知道这样就不用去僵尸洞穴累死累活。原来科尔德隆供奉黑骑士魂火后升级得到新一技能，心情舒畅，且他与众不同，曾与主位面亡灵巫师签订契约，觉得安德有意思，便把死神不收的黑骑士头颅给了他。安德在亡灵位面时间短，不懂这些，抱着黑骑士头颅乐了起来。这黑骑士起码3、4级，堪比电僵尸领主。安德犹豫是吃掉魂火升级，还是收服魂火。吃掉能升级到5级，扩大骷髅仆从队伍；收服则可给黑骑士装上身躯和战马，硬汉电僵尸领主。他愁得差点用骷髅脑袋撞墙，还怪科尔德隆害他犹豫。最终他忍住吃掉魂火的冲动，决心留下黑骑士。他试探黑骑士，黑骑士魂火闪动，逆向冲击他，他恼怒地踢飞黑骑士头颅，自己也飞掉3根指骨，又捡回黑骑士脑袋。安德向来做事一旦做了选择就不回头，他给黑骑士2个选择，一是自愿交出魂火碎片成为仆从，二是被他用亡灵操控变成仆从，待遇不同。黑骑士高傲无反应，安德抽出枯骨法杖准备施法。猩红双月升起，他没时间和黑骑士耗，还有升级进化骷髅法师的计划要试验。他派麦哲伦绕神庙转转，瑞德带古敖查看有无埋伏，然后甩开膀子对黑骑士脑袋猛砸亡灵操控术。3头古敖在前方开道，一群手持金属色泽古斧的骷髅兵紧随其后，后面跟着大队的骷髅法师队伍。再往后，飘行的幽灵麦哲伦、利爪的达伽马以及肩扛骨质狼牙棒，手里提着黑骑士脑袋的骷髅领主瑞德依次行进，而到背着双手踏着太空步满脸畅快的安德则落在最后。原来安德莫名其妙就得到了一个黑骑士仆从，虽说这仆从目前只有个脑袋，但他还是美得直冒泡泡。若能发生，他定会跑掉的，用好汉歌的调子吼一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最终光剩脑袋的黑骑士没能逃脱安德的掌控，在其海量亡灵操控术下成为了最新的仆从。麦哲伦与瑞德等人绕着骷髅神庙转了好几圈，除了几个骷髅僵尸，科尔德隆、
黑骑士仆从乃至古鼠都没见到一只。于是安德第一时间朝自己的大本营骷髅墓园奔去，僵尸洞穴、电僵尸领主都被他抛到了脑后。他心里想着，赶紧回去给黑骑士达克宁搞一副身体才是当务之急。骷髅法师的改造内容也很紧要。即便走直线，安德和骷髅仆从们还是花了小半夜才踏入骷髅墓园。看到熟悉的墓园中心风化建筑，还有2天不再多出的低级骷髅，安德有了回家的感觉。可他刚想感叹，就看到了4根倒塌的石柱。亲爱的骷髅领主瑞德先生，再让我发现倒塌的石柱，我剥了你的红皮。安德从后面踹了瑞德一脚，假意恶狠狠的威胁。瑞德吓得指天抢地保证，随后屁滚尿流的驱役骷髅去修石柱。安德从瑞德手里拿过黑骑士达克宁的脑袋，便命令队伍解散自由活动，然后带着大队骷髅法师走向风化的骷髅墓地神庙唯一能住的石屋。走进石屋，安德才想起黑骑士名字像只脚气的药膏，便顺手把脑袋丢在屋内石桌上，砸得石头沫四溅。黑骑士抗议，安德喝止并惩戒了他。安德从角落拿来金属鼓励，叫进一个骷髅法师，回忆科尔德隆黑暗魔力突然外放的情景。他猜测骷髅法师按亡灵法则释放黑暗魔力有延迟，而科尔德隆因骨架掺入金属鼓励，能快速转换外放魔力。这一发现让安德惊喜，他意识到金属鼓励还能加快施法系亡灵攻击速度。考虑到金属力数量及隐藏实力，安德决定在骷髅法师身上刻凹槽，灌注金属骨线，让黑暗魔力按规定路线走。这时黑骑士头颅嘲笑安德，安德忙得快错位，用骨刃甩向他，可惜没中。改造并未如安德所料取得成功。那只充当实验品，从脑后到右手枯骨法杖多出金属导线的骷髅法师，施法速度没有变快，其附族白骨术最少仍需3秒才能完成。安德十分迷惑，百思不得其解，又拉来几个骷髅法师做同样改造，结果依然令人失望。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思路，不确定科尔德隆能快速将精神力变换成魔力释放出来，是否是依靠体表金属骨力层的加速传导作用。安德向老实了许多的黑骑士头颅发问，得知其只会暗黑冲击技能。黑暗冲击属于亡灵骑士系技能，若作用到精神力低于发动者的生物体身上，对方会不由自主后退3-5步，且大脑会混乱3-5秒。亡灵骑士可趁机发动其他骑士技，将敌人置于死地。不过此技能在精神力低的亡灵骑士手里效果不佳。安德抓了一把金属鱼骨，用枯骨复催化变成铁丝粗细20-30厘米长的骨管，想在黑骑士脑袋上找地方安装做导线，但黑骑士严实的头盔让他找不到合适位置。此时精确操控使用枯骨再生术大半天，精神力已消耗大半的安德心烦意乱，直接将黑骑士的脑袋提起来，把金属色骨管顺着脖子气管捅进脑子深处，只留3-5厘米在外。他不担心会捅死黑骑士，因为亡灵生物依靠魂火操控身体，身体破损只影响行动，只要魂火不灭，亡灵便永远不灭。安德命令达克宁对着一个改造失败的骷髅法师使用暗黑冲击，且必须将黑暗魔力从插入的骨头传导释放出来，成功后告知施法速度有无加快。达克宁因之前与骷髅大领主科尔德隆的仆从战斗，精神力所剩无几，连续失败10几次后，精神力彻底枯竭。他有气无力地向安德传递意识，让其死心，认为不可能改变死神法则。安德暴躁地骂了一句，他来亡灵世界并非想称霸或推翻死神，只是想活下去，也想让跟随自己的亡灵仆从们好好活着。从卡什尼科夫笔记中，他了解到亡灵君王上位基础残酷，大量仆从会在其成为君王前死亡，这让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仆从死亡。此次改造失败让他心绪不宁。安德盯着达克宁看了半天，起身走向石屋外。一会儿后，他捏着团骷髅魂火匆匆走进来，将其送到达克宁眼前，让他吞下去恢复精神力，继续释放暗黑冲击，并传递无比坚决的意识，老子能打破死神的法则，一定能。一次又一次，安德往返于墓地与石屋之间，把一团团骷髅魂火喂给黑骑士达克宁。面对炉枪内魂火闪烁的安德，原本桀骜不驯的黑骑士没了脾气，乖乖吞噬魂火，转化为黑暗魔力释放暗黑冲击。然而一次次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达克宁心中渐渐涌起狂暴的情绪。他满心疑惑，不明白为何每次向插入的骨头管子输入金属魔力，却始终无法成功。当感觉到精神力仅够使用1次时，达克宁先向安德传达了需要骷髅魂火补充的意识。随后他没有用意识控制，只是想着随便释放出剩余的最后一次黑暗冲击。只听咔嚓嚓一声，那个一直被安德命令不许移动的骷髅法师，竟跌跌撞撞地连退3大步，撞在石屋墙壁上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愣了1-2秒后，正准备出石屋的安德如饿虎扑食般回身，一把抓起达克宁的脑袋拼命摇晃。晕乎乎的达克宁呕出稀薄的能量烟，双眼转起圈圈。安德这才意识到摇晃会让他晕菜，连忙道歉。
待达克宁缓过劲儿来，他告诉安德自己什么都没想，只是下意识释放就成功了。这让安德十分诧异，他开始回想整个过程。最初，他用骷髅法师做实验，试图在他们身上刻出线路来诱导加速法术释放时间，结果失败了。接着，他用金属骨凝聚成导管，直接插进达克宁脑袋，命令他将黑暗魔力从金属骨中释放出来，并汇报法术是否加快。摆脱眩晕的达克宁向安德汇报，暗黑冲击的速度快了不少，但他没学过数学，无法说清具体快了多少。安德觉得还得继续拿骷髅法师做试验，但可以肯定自己之前的猜测是可行的，能够总结出有力法则来武装自己的小团伙。安德让达克宁继续吞噬魂火，释放暗黑冲击。达克宁失败3次后再次成功，之后又连续成功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什么都不想，下意识注入黑暗魔力就成功。安德拽来改造过的骷髅法师，让其释放白骨富足，可施法速度依旧最少3秒。同样经过改造，加了金属骨线，为何达克宁施法被加速，骷髅法师却没变化？安德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昏暗的石屋内来回踱步，抓脑袋时发现后脑勺有裂缝，突然灵光一闪，想到改造骷髅法师时金属骨止于颅骨外，而对达克宁是直接插进脑内。他立刻询问达克宁插进去的金属骨有无接触到魂火，达克宁老实回答骨头贯穿过了他的魂火。安德一拍脑袋，仰天大笑，觉得自己猜对了，亡灵法则并非不可改变利用。看到这一幕，黑骑士达克宁觉得主人疯了。想通问题所在后，安德精神大振，炉枪魂火的跳动让黑骑士达克宁心惊肉跳。他顾不上找达克宁麻烦，直接敲开身边骷髅法师的骷髅头，插入一节金属骨，并用枯骨复生术将其与原本线路接驳好。骷髅法师智力有限，乖乖等着安德操作完，随后被动听从命令释放暗黑魔力。或许是魂火内有别的东西，前4、5次尝试都失败了。但安德在近乎绝望时都未放弃，如今有了希望，自然更不会半途而废。他给连续失败的骷髅法师补充了一团骷髅魂火。在他的满心期待下，休息好的骷髅法师第2次尝试释放白骨富足法术，第1下就成功了，施法时间比原本起码快了1秒。安德兴奋的抚掌大笑，平静后转头嘲笑达克宁，说他身为高位阶黑骑士，却笨得像猪，还不许他在外人面前叫自己主人。这话激怒了达克宁，他像逆反的青少年一样与安德辩嘴。安德笑着说会奖励他一具灾厄骑士君王躯体，达克宁起初嘴硬，反应过来后惊呼不已。安德不再搭理他，专心指挥骷髅法师继续试验，直到其精神力消耗殆尽。灾厄骑士君王的躯体在枯萎森林，可那里有好几百噬魂幽灵。安德只是先给达克宁一个盼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通过这些波折，安德对金属骨力的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之前改造失败的骷髅法师重新改造，每个施法速度最少提升了约1秒，达到了预期。他猜测骷髅法师开始几次施法失败是不适应黑暗魔力从规定通道前进，而达克宁失败是智商问题。初步试验成功后进行大规模改造，中途金属骨力用完了，安德只好带着仆从们连夜赶到黑水明河边，命令骷髅仆从们拾金属骨力，尤其优待3只古鳌，一路上猎到的魂火都喂给他们。他还哄着古鳌去抓金属骨鱼，说会给他们大餐，还带他们去煮味面旅游度假。忙活了2天，安德凑齐了骨力，完成了所有骷髅法师的改造。为了不引人注目，他给骷髅法师们身上的金属线路和大斧骷髅、古鳌牙齿、达伽马的食指都重新覆盖了普通骨骼。做完这一切，安德在石屋门口伸了个懒腰，打算去煮味面看看蒂娜比赛的情况。刚走出几步，达克宁追出来指责他骗人，说给他的只是3级骷髅兵的身体，是对黑骑士的亵渎。安德称让他先凑合着用，又没说过什么时候给他换君王躯体，让他慢慢的。在骷髅墓园边，骷髅领主瑞德嘲笑达克宁，达伽马大怒，用爪子捅了瑞德腿5个窟窿，并警告他不要再炫耀。德蒙·奥耶华，土系魔法学徒，大陆新历3314年，他出生于与鲁格大公国比邻的苏霍伊王国，父亲是苏霍伊王国北方最大城市基辅的一名铁匠。6岁时，德蒙被测试出具备不错的土系魔法天赋，随后被基辅的中级土系法师罗西收为魔法学徒，如今19岁。他有着金发、绿眼，皮肤颜色略黑，身高体重不详。魔法能力方面，有记录显示德蒙能成功施展大部分初级土系魔法。在土系法术里，他最擅长土元素护甲，攻击类土法术侧重于定点的次数。不过，对于土墙术、泥族陷阱等初级土系法术，他掌握得十分糟糕。总体而言，这个德蒙对其他选手威胁不大，当然，对手若不是暗黑系魔法学徒的话。安德看完手里关于德蒙的资料后，没有生气，也毫无多余反应，这让旁边的蒂娜小萝莉很担心，忍不住询问。安德回过神后，
问蒂娜以他目前的精神力能支持自己在主位面停留多久。通常情况下，黑暗系魔法学徒使用强制招魂术，顶多召唤来1、2级的骷髅兵，精神力最多支持骷髅兵活动半个小时。以1、2级骷髅兵的攻击力，除非黑暗魔法学徒运气爆棚，一次性召唤来4只会古毛术的骷髅法师，才有可能攻破德蒙的土元素护甲。所以，只要德蒙咬牙坚持半小时，等黑暗系魔法学徒精神力耗尽，骷髅兵失去魔力之时返回亡灵位面，要捏死没魔力且体力差的黑暗系魔法学徒轻而易举。蒂娜表示，从安德过来，自己的精神力消耗了1小半，这出乎安德的预料。他以前没特意计算过能停留的时间，见天色还早，便想具体实验一下。安德告知蒂娜要召唤仆从，随后用亡灵主仆契约召唤来4名骷髅法师，食物顿时显得拥挤。蒂娜脱鞋坐到床上，把椅子留给安德。蒂娜好奇询问安德是否是亡灵君王，安德反问，蒂娜先点头后摇头，小脸变红。安德故意表现落寞逗她，蒂娜着急解释。安德解释自己不是亡灵君王，只是有奇怪记忆的骷髅法师。蒂娜欢呼说安德跟暗黑圣经男主角一样，安德很惊讶。蒂娜说暗黑圣经在主位面流行1000年，自己很喜欢男主，还说要找书给安德看，安德下巴都惊掉了。安德快速看完蒂娜找来的暗黑圣经手抄本，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只是本异界玄幻小说，书中讲述牧师阿瑟为感化堕入黑暗的爱人艾伦娜，历经诸多狗血桥段后意外死去，在亡灵位面复活成僵尸，且仅保留部分不完整记忆。之后他被悔过的艾伦娜召唤到主位面，艾伦娜为让阿瑟复活，历经无数困难去寻找药物，期间穿插大量冒险情节以及主位面光明神教的教义宣扬。最终阿瑟随身携带的黑皮圣经光华四射，光明神出现使他复活，这对恋人在光明神护佑下幸福生活。男主角阿瑟痴情又有宗教狂热症，还常犯傻表现出骑士精神，为拯救他人搞得缺胳膊断腿。安德觉得这顶多10万字的小说若放到地球上的小说网站，定会招来骂声，他没文笔，没悬念，没 A 情节，且说教严重，明显是光明神教忽悠人的，却在主位面流行1000多年。此时蒂娜精神力消耗殆尽，安德吩咐他晚上好好恢复，称明天比赛有他，便带着骷髅法师回了亡灵位面。蒂娜和4个骷髅法师支撑了40多分钟，加上之前安德消耗他精神力的时间，合起来能支持50分钟。安德认为第2天比赛问题不大。回亡灵位面后，安德针对第2天的土系魔法学徒对手进行训练，忙了小半夜。天亮后，他还猎杀了几个等级较高的骷髅，取其魂火给挑出的骷髅法师服下。比赛入场的魔法钟敲响，克里斯蒂娜独自低头走进岩石荒地。在贵族包厢里，特蕾莎看着入场的克里斯蒂娜和粗壮的金发青年德蒙·奥耶华。二哥崔特嘲讽特蕾莎眼光差，讨了没趣后坐到大哥与父亲身边。塔拉夏，奥金子爵询问科涅，尤仙科大魔法师比赛胜负，科涅认为土系魔法学徒会胜，对奥金子爵很是轻视。奥金子爵尴尬地问特蕾莎听到科涅的话没？伊迪森兴奋提醒比赛开始，还叫嚷着能看到克里斯蒂娜被的刺穿着的场景，其目光充满鄙视等恶意。特蕾莎虽想杀了他，却也无奈。比赛开始，德蒙张狂地让克里斯蒂娜放弃，否则别怪他下手重。克里斯蒂娜一声不吭摇头。魔法防护罩合拢，德蒙念咒召唤土元素护甲，看到克里斯蒂娜一次性召唤出4只骷髅法师，尤其是那个将法杖插在脖子后面的骷髅法师时，他眼睛瞪圆，觉得自己倒霉透顶。对于首次比赛，安德打算隐藏实力，仅带着包括自己在内的4个骷髅法师参赛。当土系魔法学徒德蒙给自己施加土元素护甲时，安德故意笨拙地从脖子后面拿出骷髅法杖，这一动作被环坐在岩石荒原4周的观众通过水晶镜像看得清清楚楚，引发了一阵哄笑。蒂娜小姑娘听到哄笑后，小脸涨得通红，但仍依照安德的吩咐，给骷髅法师们附加上了风之亡灵法术。该法术是蒂娜除骷髅召唤外汇的2个法术之一，也是安德特意要求使用的，能将亡灵攻击速度提升约1/10。一般情况下，低级亡灵巫师召唤肉搏型亡灵时用风速亡灵节省召唤时间，召唤法师系亡灵则用鸣冤之丝加快其精神力恢复。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些来看热闹的无聊贵族们，年纪大的忙着交际，贵族青年则为这贵族女子献殷勤。包厢内的科涅大魔法师皱眉称使用风之亡灵是无知，德蒙也松了口气。就在此时，3团漆黑的腐烂云雾出现，将德蒙笼罩。德蒙认为这是为了遮蔽他的视线，以便骷髅法师发动攻击。他身有土元素护甲，无法挪动闪避，只能念动咒语准备释放土强术，觉得自己能抗住古毛攻击并获胜。波音法术大赛有36块比赛场，岩石荒地场地土元素充裕。然而，安德叹息着丢出加速腐烂术，土元素护甲在法术作用下出现裂痕。安德收回手，
看着3个骷髅仆从凝聚骨毛，准确命中被腐烂云雾包裹的德蒙。德蒙惨叫着从云雾中倒飞出来，重重摔在地上。安德让蒂娜收拾准备回家，蒂娜觉得德蒙可怜，想救他，安德则表示这种人不值得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亡灵以杀戮为生。蒂娜沉默许久后点头，等光明祭司入场才放心离开。安德认为要给小姑娘上课，让她明白播音法术大赛你死我活的本质。贵族包厢中，科涅大魔法师起身，奥金家族父子彻底震惊，他们难以相信亡灵巫师学徒能如此轻易获胜。大陆新历3333年的播音法术大赛是一场极具意义的盛会，它不仅诞生了天才巫女克里斯蒂娜·维西，还让其导师安德先知崭露头角。而在此之前，安德先知仿佛从未在主位面存在过。有人传言这届法术大赛拉开了鲁格大公国与苏霍伊王国100年战争的序幕，此说法出自加兰诺斯《远行之西行漫记》。或许是蜡烛质量太差，摇曳的烛光连屋内3人的面容都难以照亮。安德穿戴整齐，戴着小丑面具，静静站在蒂娜身后。沉默许久后，特蕾莎率先开口，嗓音略带低沉，说今天的比赛出乎她的预料。蒂娜点头回应，安德的存在让她有了平静述说的勇气。特蕾莎表示好奇，按照魔法教程规定，蒂娜除了最初幸运召唤出4名骷髅法师外，后续操控近乎一无所知，却能在最短时间内获胜。他特意将幸运2字咬得很重，提及2个哥哥当时的模样，脸上还浮现出一丝浅淡的笑容。蒂娜称导师说过凡事皆有可能，差点没忍住回头看安德。特蕾莎表示查询过鲁格大公国内所有登记在册的黑暗系法师名单，都没找到蒂娜导师的名字。蒂娜按照安德的吩咐称导师不是登记在册的法师，这让特蕾莎脑中冒出耶法师这个词汇。主位面国家会用税金供养法师，但有些法师因无法突破魔法学徒等级，不遵守魔法师工会准则，研究有悖道德的法术等原因，无法得到工会认同，成为耶法师，其中暗黑系的亡灵巫师居多。特蕾莎希望能见见蒂娜的导师，蒂娜答应转达。一直在后面倾听的安德感叹特蕾莎有能力，让蒂娜跟他提条件。没想到特蕾莎先一步从袖子里掏出2张羊皮卷轴，递给蒂娜，告知她下一场对手明天才决出胜负，这是对手资料和比赛场地入场券。蒂娜鼓足勇气提出自己的需求，包括10枚金币、1本亡灵巫师学徒魔法手册以及一些铁屑、铜屑。特蕾莎对要金属碎屑感到不解，但还是答应明天派人送来。与蒂娜闲聊一阵，没得到有用消息后，特蕾莎礼貌地带着安德烈大剑士离开，心里还想着蒂娜给骷髅法师穿戴行头却遮不住死灵气息的事。小屋内，安德扯下面具，蒂娜捂嘴偷笑。安德佯装严厉要给蒂娜上课，敲了她脑袋一下，蒂娜可怜兮兮地揉着脑袋，不明白自己表现挺好，导师为何突然严厉起来。安德正想语重心长地教育蒂娜小姑娘什么是人心险恶，敲门声再次响起，无奈之下，他重新戴好小丑面具。蒂娜机警地询问门外是谁，他住的地方虽不是贫民窟，但流氓无赖不少。门外一阵清洁脚步声后便没了声息，蒂娜猜测可能是盗贼协会那些该死的学徒。据说玛雅城盗贼学院有个变态导师，要求学徒去未婚女孩子卧室偷内衣。安德没有收回枯骨法杖，转而向蒂娜问起关于播音法学大赛的另一件事。他算了算时间，觉得蒂娜应该还能支持自己在主位面活动起码1小时。蒂娜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安德指的是什么。安德便让她去床上冥想，保持精神力充沛。小姑娘很高兴不用再听安德讲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乖乖坐到床上闭目冥想。安德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掐灭昏黄的蜡烛，心中感慨，在地球上，像蒂娜这么大的小姑娘大多还在父母羽翼下无忧无虑，而她在以力量为尊、普通人不受保障的世界，却依旧保留着纯真。安德想起雾都孤儿，意识到人与人的交流影响是双向的，与蒂娜的交流让自己慢慢找回正在遗忘的东西。不知过了多久，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悄无声息地插进蒂娜小屋的门缝。安德悄悄起身，发现蒂娜已经睡着。他没有叫醒小姑娘，而是在魂火内发出意识。一阵阴寒气流从门外传来，吹动了安德的披风。蒂娜似乎感觉到冷，皱眉哆嗦了一下。麦哲伦询问能否吃掉刺客的灵魂，安德让他等一下。安德轻轻拨开门栓，拔下匕首走出房门。屋外狭窄肮脏的街道上，2个蒙着脸的黑衣人正在地上抽搐，麦哲伦在一旁隐隐约约转着圈。安德拉下面巾，看到2张年轻的脸，手臂上没有盗贼协会的纹身。他让麦哲伦吞噬灵魂，召唤2个巨斧骷髅将尸体丢到巷子口。麦哲伦吞噬完灵魂后，被安德丢回亡灵位面。安德用匕首刺开一名刺客的手臂，蘸着鲜血在蒂娜小屋的门上画了个复杂的符号，丢下匕首带着骷髅兵进了屋。
屋内，蒂娜扯着被子斜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安德关紧房门，他保证今晚不会再有刺客。若有人认识他画的符号，以后也不敢再来了。在骷髅墓园的食物中，安德反复翻看卡什尼科夫巫妖大君王的笔记。随着在亡灵位面待的时间增长，他愈发明白这本笔记的价值。在主位面，95%的人是文盲，识字的多是魔法师、教会中高级神职人员、有爵位的贵族等。安德对这些人的财富占比不感兴趣，他一心想研究一项亡灵法术。死神海德里希为亡灵生物规划了不同等级的技能，使得亡灵思维被禁锢，只能按规则抽选技能。主位面的魔法卷轴能封存法术，安德认为这或许能改变亡灵的状况。笔记中记载制作所需材料有冥河石狮藤之皮、死亡异人黑羽、僵尸领主绿血等，可安德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僵尸血与君王骨尘，其他材料见都没见过。安德推开石门，询问趴在地上晒猩红月光的黑骑士达克宁在恶骑士君王躯体的情况。达克宁表示想要，但枯萎森林里挤满噬魂幽灵，安德不敢进去，只扔给他个枯骨复生术。眼看猩红双月即将西沉，安德召集亡灵仆从去捕猎，因为夜日交替时，新生亡灵比平时多，更好对付。3只古獒被安德镀上金属骨，跑动起来声势骇人。早上，安德遇到个新生僵尸法师，对方不肯归顺，安德便抢了僵尸魂火吞掉。围猎还没结束，蒂娜小姑娘带着惊恐的意识从主位面传来。安德安慰她后进入主位面，蒂娜躲到她身后，称学院黑暗系的克格勃大魔导师很吓人。这时外面传来破锣嗓子大叫，安德正想出门，蒂娜石屋的门被卸掉，阳光射进，安德因亡灵厌恶阳光的天性，退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门外一群骑士金光四射，几个黑袍白胡子老头簇拥着一个像猴子般干瘦、满脸褶皱的矮老头，老头正对着台门板的骑士大吼，他的袍子满是干渍。安德问蒂娜中间老头是不是地精，蒂娜说他是波音学院的克格勃大魔导师。老头看到蒂娜和安德后，双眼放光扑进来。安德让蒂娜告诉老头门上鲜血图腾是他画的。站在克格勃大魔导师那几乎无处下脚的实验室里，安德咂巴咂巴颌骨，悄悄向蒂娜传递意识，让他告诉克格勃自己很久没见导师了。接着他像毫无意识一般转动脑袋扫描实验室的物品。这一看可不得了，秘银、晶晶、附魔砂，还有一瓶眼看就要倒了的疑似大恶魔之血的紫色液体。安德越看越激动，甚至起了打劫的心思，目光直勾勾地落在克格勃大魔导师脆弱的脖子上。而克格勃大魔导师丝毫不知安德的想法，一边宣泄着口水，指责蒂娜的导师不负责任，让学徒与低级骷髅法师签订同生契约，还把他扔在危险的地方，一边又说自己太欣赏蒂娜的导师了，称他是个天才。安德强忍着没动手。之后克格勃老头兜兜转转，眨巴着小眼睛，可怜兮兮的让蒂娜想办法联系导师。安德心里明白，老头是想套问关于鲜血图腾的事情，立马在心里鄙视了他一番。他可不想自投罗网，便让蒂娜信口扯谎，说导师讲只有他拿了这一届波音法术大赛第一才会出来见他。克格勃老头听后，脸上满是失望，抓着乱糟糟的头发原地转圈。原来亡灵图腾法术在3000多年前盛极一时，黑暗系法师凭借强大的亡灵图腾力压其他魔法系别。但随着光明系崛起，这法术莫名其妙的失传了，其中缘由复杂，连克格勃这样的高级亡灵巫师也说不清。克格勃在典籍上看到关于亡灵图腾法术的内容后，被其威力折服。他举了个例子，3000多年前暗黑纪元时期最弱的鲜血图腾，由领主级亡灵生物与中级亡灵巫师共同完成，可以让方圆100米内的低阶亡灵进入嗜血狂暴状态，大大提升攻击力和防御。可现在连最简单的鲜血图腾都只剩羊皮卷上的一张图，老克格勃穷其一生也没弄明白这法术。就在他绝望时，突然出现涉及鲜血图腾的杀人案，让他兴奋不已。转着圈想办法的老克格勃突然一拍脑袋，决定去找院长特批蒂娜为大赛第一。安德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若能借此拿到第1名的奖品阿西莫夫储物戒指，就不用累死累活的打架，还能避免小姑娘遭遇危险。蒂娜也明白这是机会，在安德传递意识后，说导师要求不仅得第一，还得拿到奖品。克格勃老头想起奖品是阿西莫夫储物戒指，不屑地撇嘴，转身朝实验室外跑。还没出门，安德就伸手去拿大恶魔之血，克格勃老头像背后长了眼睛似的，扭头嚷嚷，称实验室物品下有噬魂诅咒，乱动会死人，还说要给蒂娜解除同生契约。安德被吓了个哆嗦，觉得老头恶毒，随后又注意到老头说同生契约可以解除。老克格勃满脸不差，骂着该死的老汉密尔顿连他的面子都不卖，还嘟囔着要把50年前水系学院莉莉丝老太婆丢失内衣是汉密尔顿所托的事抖出来，随后骂骂咧咧地推开了自己实验室的门。安德一听老克格勃的嘀咕，就知道他碰了壁，
事情没办成。克格勃大魔导师走到安德与蒂娜面前，扭捏着解释无法保证蒂娜在本届比赛拿第一，那如风干橘皮般的老脸涨得通红。小蒂娜明白事情没成，忙安慰老克格勃。老头像犯了错的孩子，赶紧确认蒂娜是否真不介意。安德心里盼着老头解除与蒂娜的同生契约，毕竟谁都不想生死受他人威胁。确定蒂娜不生气后，老克格勃松了口气，便戏法似的掏出一枚古朴的玉石戒指，在蒂娜面前晃了晃，原来是他想要的阿西莫夫储物戒指。小蒂娜一见，立即跳起来欢呼，若不是安德提醒，差点说出这是爷爷的戒指。老克格勃余怒未消，称自己是3级盗贼，顺走戒指轻而易举，还抱怨对方不卖他面子。他随手把戒指塞给蒂娜，说这是大赛第1名的奖品。之后，老克格勃又开始发愁蒂娜怎么拿第一。他觉得这次比赛有不少优秀选手，蒂娜太弱，根本不可能的第一，还嘀咕他导师的意图，怀疑导师是不是先知，但又觉得先知也不可能预料的这么详细。安德心里着急，想让老头先解除契约，可看到蒂娜失魂落魄的样子，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理解蒂娜是想拿回亲人的遗物，毕竟他从小没了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老克格勃一拍脑袋，决定让蒂娜认他做干爷爷。他打着如意算盘，只要蒂娜答应，就能以爷爷的身份打破学院禁令，明目张胆地帮他拿第一，引出蒂娜神秘的导师，因为他对导师会的亡灵图腾法术十分好奇。听到爷爷，蒂娜触景生情，抱住克格勃放声痛哭。安德看得心里发酸，无奈别过头。克格勃本只想找个帮蒂娜的借口，被他抱着一哭，竟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开始笨拙地劝慰他。在克格勃和安德的劝慰下，蒂娜情绪逐渐稳定。克格勃正给蒂娜打包票，实验室外传来咆哮，他忙让蒂娜和安德躲进密室，自己出去应付。地精般矮小的老克格勃与身着大红法师袍、金发怒张好似狂怒狮子的老汉密尔顿，两人在实验室里大眼瞪小眼，互相吼叫着。躲在密室中，透过水晶球将实验室情况一览无余的安德，看着这俩老头的模样，忍不住想大笑，尤其是老克格勃跳着脚和对方大吵，那模样仿佛是故意在朝对方脑门喷口水。安德心想，现在着急也没用，解除同生契约起码得等老克格勃吵完架，于是便悠哉悠哉地看起了这场大戏。可让安德不爽的是，水晶球显示的图像虽然清晰，却是无声的，他只能努力观察，试图猜测两个老头在吵些什么。一直站在安德身边的蒂娜小姑娘突然拽了拽安德的胳膊，说道：“安德先生，我想把这个送给您。”借着密室魔法灯的光芒，安德扭头一看，着实吓了一跳，蒂娜手里捧着的竟像是人皮。蒂娜解释说，这个就是爷爷说的那件神器，爷爷说它对亡灵有用，所以我想送给您，谢谢安德先生对蒂娜的照顾。还称安德是好人，被单纯小姑娘发了好人卡。安德感觉怪怪的，忙说自己没帮到多大忙。安德起初没在意蒂娜手中的人皮，但扫到一条金线后，心中一动，猜测这或许是次神器阿克蒙德之伪装。主位面神魔大战末期，恶魔炼金师阿克蒙德与天才魔将阿西莫夫齐名，他最出名的作品是被恶魔大军索伦使用的魔神器虚空之刃，而阿克蒙德之伪装仅次于他。这件装备正面是用3头光明独角兽皮肤最精华部分缝合而成，内里衬以一整张堕落独角兽皮，经过极其复杂的过程，最终缝制成完整的人皮模样。在阿克蒙德的天才设计下，穿着它的人形亡灵会散发出如光明独角兽般的圣洁感，还能模拟人声说话。不过，这件装备也有问题，亡灵穿上后，除黑暗契约类法术外，无法发出任何黑暗法术，而且其表皮用封魔晶金线在2页及裆部缝合。安德仔细查看后，确定这正是阿克蒙德之伪装，顿时心动不已。虽极度想得到，但他还是抑制住冲动，半蹲到蒂娜面前，双手扶住她的肩膀，郑重询问她是否真的愿意送。安德不想在蒂娜面前做小人，蒂娜毫不犹豫地点头，将阿克蒙德之伪装搭在了安德的手骨上。安德心中暗下决定，要让小姑娘幸福生活。就在安德想承诺时，蒂娜精神力突然耗尽，光华闪动间，安德被传送回了亡灵位面。穿越位面时，安德下意识地紧紧抓住手中的阿克蒙德之伪装。在睁眼时，他已身处骷髅墓园。我日，怎么这关键时候没了精神力啊？安德郁闷地坐到地上，挪了挪被石头硌着的位置。坐好后，他发现阿克蒙德之伪装还在手中，顿时兴奋地跳起来。他想到这件装备能不受法则限制穿越不同位面，不禁大喊：啊哈哈哈！我明白怎么去利用主位面的金属材料了。就在这时，黑骑士达克宁的声音传来：主人，您刚才坐在我脑袋上我可以忍受，但您现在严重亵渎我作为黑骑士的尊严，请不要在我脑袋上踩来踏去。安德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一直踩着的是达克宁的脑袋，惊讶地问道：
我靠，你没事把自己脑袋扔这里干嘛？达克宁抱怨道：“主人，是您给我装的骷髅骸骨又散架了，好不好？我要灾厄骑士君王的躯体啊！我要啊！”裹着黑披风的安德郁闷地再次确认，是否要到10级才能解除同生契约。小蒂娜肯定这是克格勃爷爷所说。小蒂娜想起安德从亡灵位面过来时的情景，不禁脸红。当时光晕散去，出现的是个没穿衣服的魁梧男人，他还以为是骷髅形态。一想到那略显沧桑的刚毅面容、结实的胸肌等，他就害羞不已，连安德长发是纯黑色都没顾得上考虑。安德则暗自庆幸，若不是克格勃老头在实验室研究鲜血图腾门板，若不是自己及时捂住小蒂娜的嘴，若不是费尽口舌解释自己不是色情暴露狂，真不知会出什么乱子。他穿上阿克蒙德之伪装后，忘了自己是光着的，只确认小蒂娜是否一人就现身了。赐神器将他魂火意识忠实模拟，让他脸蛋也红彤彤。安德想告诉蒂娜自己某方面是摆设，又怕难以解释，便作罢。对于解除同生契约，有2个办法：一是安德升级到10级成为亡灵领主，二是蒂娜成为能随便召唤哀嚎女妖的终极亡灵巫师，老克格勃就能通过向死神海德里希献祭来解除。但让安德升10级，死神的祭品难办。老克格勃虽有加速骷髅法师升级的办法，可最快也要30-50年。安德觉得还不如直接找死神，让蒂娜成为终极亡灵巫师，在主位面起码得10几年。不过，安德想到同生契约是双向的，他可将蒂娜的生者灵魂召唤到亡灵位面，其身体会留在主位面进入深度睡眠。之前没这么做，一是对蒂娜不放心，二是没时间，三是蒂娜之前住处不安全。现在他对蒂娜几乎没戒心，蒂娜也住在克格勃老头的法师塔，安全有保障。安德想让蒂娜放弃播音法术大赛，蒂娜告知克格勃爷爷让院长特批了名额，她不用参加初赛，20天后直接参加前30名比赛。蒂娜为同生契约会影响安德生命一事道歉，安德安慰她不知者无罪，还问她想不想去自己生活的世界修炼。蒂娜兴奋答应，让安德不许反悔。安德让蒂娜先跟克格勃爷爷说，且不能说自己现在的事，随后回亡灵位面等消息，打算用这20天试试。在晦暗的暗黑天幕之下，灵魂状态仅有淡淡虚影轮廓的蒂娜，紧紧飘在安德身旁，带着好奇与恐惧，打量着传说中无比邪恶的亡灵位面。已脱掉阿克蒙德伪装，回归骷髅状态的安德点头确认，这里是他暂时的住所，骷髅墓园。说着还看似随意，实则狭隘的伸手指了指。此时，安德的仆从们早已按照位阶，在石屋外规规矩矩地排着方阵。安德扭头看向蒂娜，饶有兴致地询问她怕不怕这只有无尽死亡，没有花鸟虫鱼的世界。他心想，既然打算让小姑娘以后幸福，就得让她慢慢了解并接受这些。毕竟，作为亡灵巫师，内心若惧怕死亡和死灵生物，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不过，安德虽熟读卡什尼科夫笔记，但欠缺中低等亡灵法术的认知与实践，笔记里不少内容对当下而言已落伍且太过高端，他对笔记基本靠蒙。蒂娜的爷爷死于克莱姆伯爵之手，他一心想替爷爷报仇，可那伯爵身边有高阶骑士、法师，还有安德讨厌的光明系牧师。安德看到骷髅墓园边缘的石柱，想到骷髅领主瑞德，决定首要任务是给蒂娜提升实力。他又问蒂娜怕不怕，蒂娜声音颤抖着表示不怕。安德硬起心肠，故作没看出他的害怕，带着他走向仆从，强调要让他记住仆从们的名字和外貌特征，让他明白生者之魂在亡灵位面的危险。他虽有让生者之魂吞噬亡灵魂火的想法，但不敢拿蒂娜冒险。蒂娜惊恐地听完他对亡灵仆从的介绍，安德说休息后出去逛一逛，实则是捕猎。到了骷髅墓园边缘，安德一时兴起，指挥仆从围住10余只1、2级骷髅兵，不容置疑地命令蒂娜先给骷髅法师释放鸣冤之丝，再给战士型亡灵释放风速之灵。在同生契约与暗黑互助契约作用下，安德一方亡灵声势大振，被围骷髅兵挤作一团。安德下令动手，腹足白骨困住骷髅，肉搏亡灵仆从如虎入羊群般扑上去。片刻后，10几团微弱的骷髅魂火被送到面前。这一幕让蒂娜无法置信，她询问原因，安德表示一是说明亡灵世界优胜劣汰，二是助他快速提升等级，若想为爷爷复仇就得接受这一切，随后随手将魂火分配给等候的仆从。大约7、8个小时，安德静静站在黑水冥河边，身着阿克蒙德伪装，污浊的河水映不出他的容颜。他发觉自己能让小姑娘在亡灵位面停留长达1/3天，待消耗完所有精神力后，便将小姑娘送回了主位面。吃饱喝足的亡灵仆从们被安德打发去沿河散步，捡拾金属沙粒。安德心想，若此次试验成功，黑骑士达克宁就不会再抱怨使用骑士技能时身躯4分5裂了。他俯下身，将手臂伸进水中，彻骨的阴凉感直入魂火，迫使他连忙缩回胳膊。他不禁苦笑，
之前没有人类感觉时无比怀念，如今有了敏锐触觉却又觉得别扭，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已习惯做亡灵。安德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逼迫单纯的小姑娘目睹杀戮并让她为杀戮方助力，是否太过冷血？他自我安慰，只是想帮小姑娘尽快变强，报仇雪恨，解除同生契约只是次要目的，可内心却有些分不清真实目的。他决定让小姑娘再适应1-2天，然后前往僵尸洞穴。看到金属骨粒与金属骨鱼已达到今日收集预定分量，安德便聚拢骷髅仆从向回走去。因身穿阿克蒙德之伪装，体表隐隐散发光明能量，亡灵仆从们都不敢靠近他3步之内。他明白亡灵与光明为敌，只能期望仆从们能慢慢适应。回到骷髅墓园，为使用枯骨复生术，安德脱下伪装。他问达克宁，给其躯体附着一层金属表层如何？达克宁却念念不忘安德许诺的灾厄骑士君王的身躯。安德给出选择，要么先附着金属骨，为他作战，提升实力后去枯萎森林；要么现在就被丢进充满幽灵的枯萎森林，在被幽灵撕碎灵魂前能看到灾厄骑士君王的躯体。达克宁因惧怕死亡，屈从了安德的意志。安德看着今日收获，发现金属骨鱼和附近沙滩上的金属骨粒越来越少，担心改造无法持续。他要求达克宁把骨粒搬到面前，并倾倒在枯骨法杖画的圈内。达克宁不肯，抱怨这是亵渎他的骑士尊严，被安德用枯骨法杖敲了脑门，还挨了一顿骂。之后，达克宁只能老老实实搬运骨粒。安德坐在石椅上，扬起下巴，要让仆从们不敢违逆自己的意志。略显疲惫的安德对着改造进化后胖了一圈的黑骑士达克宁发令，让其转身。此时黑骑士不再是胖头娃娃模样，其实脑袋加上粗壮骨骼，颇为彪悍。他顺从地转过身，露出白骨森森的后背。安德无奈地挠头，给骨骼附着金属骨粒时，脊椎是大问题，稍后就会卡死。最终他小心地给达克宁的脊椎附着了薄薄一层。安德每次观察达克宁使用黑骑士技能后骨架散架的情况，发现其他骨头4分5裂，而脊椎还勉强完整。完成对达克宁的改造后，安德走出石屋去捕猎。被装了一身骨刺的达克宁紧跟而出，右手提着安德用改造剩余金属骨粒制作的战刀，样式与在骷髅法师神殿见到的黑骑士长刀一样。就在安德忙着召集亡灵仆从时，遥远天际出现诡异场景，枯骨平原之北，浴血高原方向，通天彻地的乳白色光柱照亮了灰暗的亡灵世界。安德惊讶不已，骷髅墓园的骷髅们厌恶光明，慌乱寻找黑暗躲藏，只有他的亡灵仆从应命令站在身边。大约4-5秒后，光柱崩塌成漫天光迹，墓园先亮后暗，光明魔力冲击让安德骨架发出咯吱声，炉枪魂火闪烁，他忙卧倒。强大的光明能量让他的骨骼出现裂纹，低阶骷髅直接解体，魂火消散。安德猜测是否是光明神界对亡灵位面发动战争，但亡灵位面3000年前已宣布中立，他很困惑。此时地面剧烈晃动，安德感觉像皮球般在地上颠来颠去，石屋也咯咯吱吱乱响，灰土落了他一身。他询问达克宁情况，达克宁被砖石砸中眩晕，没答清楚。他又问骷髅领主瑞德，也没得到有用信息。几道强大意志从枯骨平原天空掠过，是高阶亡灵君王。安德既羡慕又因自己升10级难而郁闷。趴地许久确认无事，安德爬起。此前改造达克宁耗空了他的精神力，他无力修复受损的仆从，便将幸存骷髅变成养分。在猩红双月升起前，他完成了对仆从的修补，发现仆从们的魂火混乱无序，是光明能量风暴造成的损害。他庆幸骷髅墓园位置不错，隔了大半风暴。突然他想到僵尸洞穴，觉得这次突然的事件或许是个好机会。僵尸洞穴遭到的破坏程度远超骷髅墓园，原本宽阔的洞口坍塌大半，仅余一条勉强能让2人并排通过的狭窄通道。洞外低阶僵尸死伤惨重，到处是残肢断臂与恶心的腐肉。幸存的低阶僵尸不出安德所料，全部陷入无序混乱，吼叫着相互厮杀。正如骷髅墓园因骷髅领主瑞德存在，诞生的基本都是骷髅；僵尸洞穴因电僵尸领主存在，诞生的大多也为僵尸。亡灵领主会极大压制其他类型亡灵在自己地盘诞生，同系低阶亡灵在领地内通常很少互相攻击，这是亡灵法则。然而，光明风暴过后，骷髅领主瑞德的魂火紊乱，低阶骷髅不仅互相攻击，甚至对瑞德发起攻击。这一异常情况引起安德重视，他猜测受冲击更严重的僵尸洞穴情况会更糟，便顾不上休息，带着亡灵仆从直奔此地。被安德从主位面召唤过来的蒂娜似乎没休息好，她先是打着哈欠询问安德这是什么地方，随后看到吼叫厮杀的僵尸，吓得花容失色。安德宽慰蒂娜，告诉她这里是僵尸洞穴，让她别怕，只需释放法术辅助仆从作战即可。洞穴内不时传出僵尸领主癫狂愤怒的嘶吼，安德判断他正在被围攻且可能受伤，决定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清场。
蒂娜听话地释放了风速之灵与鸣冤之丝，又吃力地为安德的战士型仆从一个个释放白骨装甲。安德认出这法术防护面积小，防御效果弱，不过蒂娜主动释放法术让他感到欣慰。他询问蒂娜是否选择成为辅助系亡灵巫师，蒂娜轻轻却坚定地点了点头。安德明白他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心中感动，向他表达自己不会弃他而去的心意。蒂娜先轻轻摇头，再重重点头，似乎在表明选择辅助系是自愿的，也明白安德会照顾自己。安德想摸摸他的脑袋，却因他处于灵魂状态而尴尬收手。蒂娜做鬼脸，并传来咯咯笑声，让安德又羞又恼，赶忙别过脑袋去指挥进攻。混乱的僵尸远比正常状态下容易对付，光明风暴还让他们的皮肤变得脆弱不堪。安德指挥的手很快清理掉洞外1/3的僵尸，将所得僵尸魂火让仆从吞噬，只留下不能吸收的蒂娜。随着时间推移，僵尸的无序状态逐渐减弱，安德加速驱使仆从消灭剩余洞外僵尸。当清理到坍塌洞口不远处时，洞穴内传出吼声和推石声，安德立刻命令仆从后退防御，让黑骑士达克宁和养精蓄锐的骷髅领主瑞德顶到前排。刚安排妥当，从坍塌大半的洞穴中，2只怪物推开大石杀了出来。出乎安德的意料，从僵尸洞穴出来的并非电僵尸领主，而是2个黑僵尸护卫。他们原本的衣服已成布条，绿血横流，露出一身僵结的肌肉。冲出洞穴后，或许是感受到了安德一伙人的威胁，2只黑僵尸护卫齐齐停在安德集团3步开外，半俯下身躯，胳膊僵直下垂，伸出3-4寸长的锋利指甲，双目中凶光闪烁，嘴里不住地向安德一方低沉嘶吼。安德不会给黑僵尸先动手的机会，一个攻击意识传出，3只早已前行绕到僵尸护卫身后的古鳌高高跃起，率先发难，目标是僵尸护卫的手腕。混乱状态下，黑僵尸护卫反应变慢，除了古鳌3毛没能的手，其他2只各自死死叼住一只黑僵尸护卫的手腕。尽管黑僵尸护卫体表黑肤被光明风暴冲击得满是皲裂，但安德给古鳌装上的金属牙扣依旧无法将其手腕撕碎。不过古鳌咬合力强大，将牙齿钉进了僵尸手腕，死不松口。只剩下一只手能活动的黑僵尸护卫嘶吼咆哮，用尖利爪子在古鳌身上割开条条豁口。安德给古鳌附着的金属骨层也被抓得碎骨四溅。安德见状，让达克宁与瑞德冲上去。达克宁先发动暗黑冲击，被黑僵尸抵抗。他为保尊严，又发动最强技能黑骑士冲锋，以损失左胸大半肋骨的代价，将左边那只黑僵护卫撞飞。3毛上，安德嗅到战机，命令3毛出击，同时从法杖中喷出一团暗黑能量，骷髅法师团也释放亡灵法术。古鳌3毛扑上去叼住黑僵尸护卫的左手，黑暗法术将僵尸裹在其中。达克宁双手握刀劈向被烟雾遮盖的黑僵尸，刀断体裂，失去战斗力。古鳌3毛叼出黑僵尸护卫的头颅，伤痕累累的古鳌大毛叼回达克宁的脑袋。另一边，黑僵尸护卫以损失左手为代价甩飞古鳌2毛，与骷髅领主瑞德激战。瑞德灵活性不足，左腿被黑僵尸护卫切断，好在古鳌2毛牵制，才未落败。安德见状红了眼，踹了畏畏缩缩的达伽马，令其参战，又让蒂娜给瑞德双腿加白骨装甲，自己释放枯骨复生术。骷髅法师们释放多种法术攻击黑僵尸，使其连退倒地。安德愤怒中凝聚骨矛，竟命中黑僵尸护卫的屁股。被安德威胁的达伽马陷入亡灵狂乱，挥爪插向黑僵尸的七窍。可怜的黑僵尸护卫倒霉的遇上狂暴的达伽马，他甚至没来得及反抗，脑袋就被达伽马捅成了大漏勺。亡灵狂乱是一种奇异状态，能让亡灵攻击或防御方面大幅提升，摆脱狂乱后智力也会有不小提升。达伽马此时处于典型的攻击力暴涨型狂乱，骨鳌都难啃开的黑僵尸皮肤，他却像插豆腐一样轻易捅进去。安德担心黑僵尸魂火彻底消散，赶忙让达伽马停手。达伽马却突然笔直冲进僵尸洞穴，并迅速引入黑暗，这让安德大吃一惊，急忙在意识中召唤他回来。可来不及调派仆从去追，洞穴里先是传出声响和电光，接着剧烈爆炸，只剩半个身子的达伽马翻滚着倒飞出来，身体骨架上电光闪烁，原来是电僵尸领主所为。安德大惊，一边命令古鳌3毛抢回达伽马，一边飞速释放3面骨盾虚浮在身前，将蒂娜的灵魂虚影遮蔽在身后，还让会骨盾术的骷髅法师释放骨盾，缺胳膊断腿的仆从则加速后撤。电僵尸领主从洞穴里冒出来，让安德松了口气的是，另外2名黑僵尸护卫不见踪影，且电僵尸领主2只胳膊似乎已断掉。电僵尸领主凝聚电球砸向安德，虽安德及时调整骨盾防御方向，仍有几个骷髅法师被激起的沙石砸得缺胳膊断腿。僵尸领主2次电球释放有间隔，安德指挥仆从缓缓倒退。第2次电球砸来，几个骷髅法师被命中，安德让身手敏捷的骷髅法师抢回他们残破的颅骨。僵尸领主积蓄魔力时，
安德又退出10几步，还将7个巨斧骷髅一个一个抛弃在沿途。蒂娜不解，此时噬魂幽灵麦哲伦从洞穴悄无声息地飘了出来。原来麦哲伦被安德派去洞穴侦查，因洞穴有干扰，安德一直未得到结果，只能以缓缓后撤拖延时间。现在麦哲伦传回侦查结果，安德放心了，他命令骷髅法师们停下，并全力攻击电僵尸领主。电僵尸领主被激怒，喷出酸液，扔出电球，击碎了几乎所有骷髅法师的骨骼。安德带蒂娜闪到一边，顶着骨盾被打断7、8根肋骨。僵尸领主凝聚第4颗电球时，安德命令麦哲伦攻击，麦哲伦用哀嚎牢笼罩住电僵尸领主。爆炸后，麦哲伦被吹飞，巨斧骷髅冲向爆炸点，烟尘散开，电僵尸领主双臂被炸断，肚子破开，浑身冒黑烟。安德张狂大笑。若说前面拼掉2只黑僵尸护卫算略有小赚，那与僵尸领主的战斗则是得不偿失，甚至是巨额亏损。该死的家伙居然玩自爆！安德看着僵尸洞穴前的大坑和漫天飞舞的僵尸领主魂火光点，满脸不爽。他让巨斧骷髅们冲上去砍僵尸领主时满怀期待，电僵尸领主被砍得毫无招架之力，眼瞅着就要被削成人棍。可很快安德发现情况不对，僵尸领主双目在赤红与青色间连续闪耀，这是亡灵魂火自爆的前兆。安德吓得跳起来，先把蒂娜灵魂虚像送回主位面，接着吞下2团黑僵尸护卫魂火，一手提黑骑士达克宁的脑袋，一手拽着达伽马扭头就跑。领主级魂火自爆冲击力巨大，安德被推倒，滑行出去很远，肋骨全断。尘埃落定，仆从们伤亡惨重，骷髅法师大半阵亡，7个巨斧骷髅全部战死，但主要仆从还能活动。这时，一团漆黑云雾将安德包裹，他升到了5级。黑雾散去，他破损的骨骼修复，枯竭的精神力注满。这次升级，他没失去意识，清楚感知到能量对身体骨架的修复，对一直进行的仆从改造有了更深体悟，意识到自己走了弯路，亡灵改造还差关键的能量。安德狂喜，觉得这体悟比僵尸领主魂火还宝贵，早把没得到魂火的懊恼抛到脑后。他跑到达克宁脑袋前得意下拜，虽没君王躯体，但能给其装更强的。为占最后便宜，安德给仆从修补躯体，除黑骑士外，用老方法。之后他冲进僵尸洞穴，麦哲伦早被派去做斥候。洞穴没了领主，僵尸混乱，安德一伙沿途猎杀，仆从恢复元气。洞里落石砸死不少僵尸，越往里僵尸等级越高，安德猎杀兴致渐浓。幽灵达伽马传来情报，前方僵尸领主地穴有奇怪东西。安德询问得知是发光石壁，还让麦哲伦厌恶。他又问老巢有无活僵尸，被告知都死了。安德穿过狭窄转弯，看到满地魂火消散的僵尸和一堵闪烁微弱光明能量点的墙壁，墙壁上光点构成一幅他看不懂的画。看着墙上渐渐隐没的巨型壁画，他有些迷惑。壁画左边是重重叠叠的亡灵君王尸山，顶端斜卧骷髅巨莲的死神高踞，含笑凝视右边。右边是几乎与君王尸山平齐的巨大熔炉，君王尸山与熔炉间，几个死神仆从正搬运君王尸体投入熔炉，熔炉上方是遮天蔽日的烟雾。让安德不解的是，熔炉烟雾正中竟有个持剑天使的虚像。按异世界法则，生来厌恶光明的死神为何会对持剑天使微笑？他实在想不明白。石壁上的光明能量隐没，图画消失，原本君王尸山与熔炉的位置出现2排微弱光明能量构筑的大字，左边写着亡灵君王的天敌是死神，右边的他来不及看完，光明能量字迹就彻底隐去，洞穴重现幽暗阴森。安德大恨，跳着脚在意识中大骂。他猜测死神海德里希熔炼亡灵君王是想换取东西，可了解的秘密太少，无法猜测。他想起还有仆从，便问达克宁，达克宁虽看见了但不识字。问其他仆从，他们因厌恶光明能量，都没抬头看。安德气急大骂，石壁开始崩塌，他率先扭头就跑，所幸洞穴崩塌速度不快，他们都囫囵着跑了出来。跑到安全区域，安德接好错位的脊椎骨，发现僵尸洞穴塌陷成巨大坑地，变成了污水湖。他又陷入思考，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了解过熔炉内容，却想不起来。今天他遭遇很多事，先是被光明能量柱伤害魂火，接着与僵尸领主大战，虽主要仆从还活着，但炮灰级仆从几乎全挂，自己还升了级，领悟了枯骨改造内容，最后看到壁画。这3个问题让他困扰，他觉得搞明白这些内容对生存有保证。忽然，他记起在卡什尼科夫大君王的笔记中看到过关于熔炉的字眼，传说在遥远的死神居所失乐园，有一座以亡灵尸骸为燃料的末日熔炉，熔炉释放出无尽烟雾，最终形成壁右位面的死亡天幕。他认为壁画上的就是末日熔炉，但还是想不明白画面意思。想不明白，他干脆不想，看到仆从已接好错位骨骼，便带队回骷髅墓园休整。
安德小心翼翼地用神石构建出容器，借助转换出的黑暗魔力牵引随处可见的碎骨，运用枯骨复生术将其重新构筑，最后再把黑暗能量小心注入其中。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就如同一个被沙土填满的水杯，若要装入更大的东西，杯子会被撑裂，可装入水却能装很多。安德用枯骨复生术构造的骨骼就像杯中沙石，注入骨骼间的黑暗能量则如同水。但他发现杯中沙石越细密，能装入的水就越少，同理，用质量好的碎骨，能注入最终成型骨骼内的黑暗能量就越少。最终，安德郁闷地发现，用差一点的碎骨注入更多黑暗能量，和用特意挑选的碎骨注入较少黑暗能量，构筑出的骨骼在品质和强度上几乎没差别。现在他改造的骨骼强度仅能让黑骑士达克宁连续使用3次骑士技，这结果让安德难以接受。他本以为用更好碎骨能得到更强骨骼，便随手抛掉刚做好的手臂骨，嘀咕着这不白费力气吗？然后一屁股坐回地震后歪斜的石椅。乖乖等在一旁的蒂娜询问情况，安德不愿让他知道自己的郁闷，随口回应后问起特蕾莎找他的事。蒂娜说特蕾莎送来暗黑学徒魔法书、10枚金币、2口袋铜屑与铁屑，称是奥金家的承诺。安德一拍脑门，想起自己忘了原本弄金属屑的事儿。他让蒂娜先回主位面，自己想去主位面找实验室用金属屑做重要试验，还叮嘱要注意保密。蒂娜答应，安德便送他回去。之后安德走出石屋，准备捕猎和补充新仆从。达伽马昨天在亡灵狂乱状态下被电浆师领主一电球敲飞半拉后昏迷，回骷髅墓园安德给他重装身体时才醒，摆脱亡灵狂乱状态后，他智商大幅提升，麦哲伦说话也利索了。因少了大批骷髅法师仆从队伍变小，重新构筑身躯后行动速度加快，很快集合完毕。黑骑士达克宁跑来诉苦，说自己下班耍技能把腿骨折了。安德接上腿骨后，带着仆从出发捕猎。从1级骷髅兵到刚好遇到的7级骷髅兵，猎杀后安德都留下一小节骨头，用枯骨复生术拼接成一根骨棍。精神力补满后，他没了继续捕猎低阶骷髅的兴致，转到骷髅法师神庙。他升级5级后还没去学技能。一边走，安德一边憧憬着将主位面的金属融进亡灵骨骼会有怎样的效果。在克格勃大魔导师的魔法塔内，有着超过10个实验室。身为克格勃干孙女的蒂娜，到一个魔法实验室并非难事。然而，当实验室里上蹿下跳忙着做实验准备工作的是个骷髅法师时，情况就变得奇怪了。蒂娜轻声对骷髅法师安德说：“安德叔叔，您可以穿着那件人皮过来呀。”安德解释道：“你说的是阿克蒙德之伪装，穿了它除了使用契约召唤仆从就没法做试验了，而且那不是人皮，是独角兽皮。”安德一边忙着将准备好的骨棍分段敲开，一边顺嘴答复着。看到小姑娘有点害怕，他也没太在意。之后，安德把拆开的断骨砸成了7、8堆不同等级的骨渣，然后请蒂娜帮忙，将特蕾莎送来的那口袋铁屑铲出等量的几份，混合进分堆的骨头渣中，搅拌均匀。一切就绪后，安德开始转换释放黑暗魔力，一心二用制作神石容器并发动枯骨复生术。他首先选择0级骷髅碎骨进行试验。不出所料，掺入主位面金属的碎骨最终凝聚成型，变成了一段金属色的骨骼。安德用刚凝聚好的骨骼与砸骨头的铁锤敲了敲，金属碰撞声清脆悦耳。他一高兴，一手抓着骨头乱晃，另一手冲举着蜡烛的蒂娜比了个 V 字，这可把正有些迷迷糊糊的蒂娜吓了一跳。她尖叫一声，手中的蜡烛都被吹灭，魔法实验室陷入一片黑暗。安德尴尬不已，赶紧解释了好几句才让蒂娜放心。还好实验室设置有固化隔音术，不然动静可就大了。等蒂娜明白安德鼓捣出结实的金属骨而开心后，便向他道歉，并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安德禁不住这眼神，下巴骨都快仰到天上了。随后，安德通过主仆契约从亡灵位面召唤来古敖大毛，让他咬0级金属骨骼。大毛折了颗牙，将骨骼咬成3段。安德很满意，许诺给大毛装口好牙。接着，安德又凝聚构造了掺杂铁屑的1级骷髅骨，大毛这次蹦飞了2颗尖牙。安德更开心了，投入第3次骨骼构造。但构造2级骷髅骨时，安德耗费了比前2次加起来还多的精神力才完成，这预示着以他5级的精神力，无法在精神力耗空之前为骷髅仆从完成全身骨骼的金属化再构造。不信邪的安德继续凝聚3级骷髅碎骨，拼尽全力终于成功。他让大毛咬2级和3级金属骨，2级被勉强咬断，3级骨大毛无能为力。精神力所剩无几的安德只好放弃原定计划，带着掺杂主位面金属的断骨回了亡灵位面。偷渡成功后，安德嚣张地对天空比中指，心虚地等了半天没遭报应才放心。回到亡灵世界，他将金属骨藏进石屋，带着古敖大毛跑出去，在意识中大喊让仆从集合。由于精神力不足，接下来的试验没法完成，这成了一个麻烦。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
咯咯吱吱的挠头声响起，安德正为金属骨改造问题而烦恼。他通过连续试验，换了无数种方法，却始终无法将能量注入掺杂主位面金属的骨骼中。他坚信升级5级后的改造步骤是容器、骨骼、枯骨复生、能量注入，可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甚至怀疑是2种不同位面的物质混合后，无法再灌注黑暗能量。他进行最后一遍尝试，结果依旧失败。气急之下，他在意识中诅咒某个神邸，实则是在主观臆断的污蔑死神海德里希。这种行为或许会招来灾祸。之后，安德放下研究工作，自我安慰一番。升5级后，他能控制的亡灵仆从扩张到100有余，目前空缺大半。他想起昨天刚学会的白骨牢笼技能，这是富足白骨的升级版本，释放时会从地下窜出巨骨困住敌人，他对此喜欢至极。有了这个法术，捕猎时无论是进攻还是逃跑，成功率能增加1半，再配合麦哲伦的哀嚎牢笼，让他心情大好。然而，骨骼改造的难度和耗时远超安德的预料，原本计划对蒂娜小姑娘的训练彻底泡汤。为改造主要几个仆从，他就花费了11天时间，连波音法学院的魔法大赛也被他忘到九霄云外。安德对仆从采取了2种不同的改造方式，主要仆从装备金属骨，新抓的则使用注入暗黑能量的骨。对于骷髅法师仆从，他毫不吝啬地全部进行改造升级，附加能加速施法速度的金属线。一番忙活后，仆从们实力大增，从流寇变成了正规军。黑骑士达克宁得到3级金属骨战刀后，跑去骷髅领主瑞德那儿下拜，引得骷髅领主嫉妒。骷髅领主找安德要求装备金属狼牙棒，可安德根本做不来，于是狠狠踢了骷髅领主几脚，还没收了黑骑士的战刀。当一个人怕死又长期身处险地，要么崩溃，要么激发潜力，安德属于后者。仆从改造完成后，他有了被未知生物窥视的不安全感，甚至不敢将蒂娜召唤到亡灵位面。他表面带着仆从疯狂杀戮其他亡灵，暗地里时刻留意着窥视者。幸好阿克蒙德之伪装，卡什尼科夫笔记已秘密藏好。感受到威胁后的第3天中午，安德指挥仆从围杀古狼后，被死神海德里希的意志笼罩。死神问他祭品是否准备好，语气略带烦躁。安德立刻表现出屈服，磕磕巴巴的回应。死神给了他30个双月升落的时间，要求他将一幅画面中的东西送入骷髅法师神殿，否则就会让他丧命。死神意志退去后，安德看清内容，呆立当场。死神海德里希留下的画面是枯萎森林，安德对此再熟悉不过。他曾在此处费尽周折，折损了当时大半的仆从，还险些被噬魂幽灵群吸魂夺魄。这枯萎森林不仅是君王埋骨地，还藏有他得到的卡什尼科夫笔记，如今竟还有其他东西。画面中，在重重叠叠的君王尸骨正中央，有个身材娇小、抱着巨大骨弓且蜷曲着身体的女性骷髅弓箭手君王遗骸，2只纯黑色的巨大羽翼交叠着将它包裹，宛如一个黑色的蚕茧。而死神让安德做的，就是把这个女性骷髅弓箭手君王完整的弄出来。安德绕着枯萎森林转了好几圈，发现如今森林里游荡的幽灵重重叠叠。站在森林外老远，就能看到君王尸骨山的顶端，有个浑身透着赤红色的哀嚎女妖，这哀嚎女妖明显是领主级别，这让安德十分头疼。如果森林里没有领主，他或许还能想办法，比如驱使低阶骷髅去送死，先喂饱那些幽灵，再逐个解决。可如今有了哀嚎女妖领主，他的打算彻底泡汤。毕竟能成为亡灵领主，没点脑子可不行。万一这哀嚎女妖看破他的计划，让噬魂幽灵轮流上阵，他就只能沦为食物运输大队长，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若女妖领主一不高兴，驱使幽灵杀出来，他这110号人手根本不够分。安德恶狠狠地咒骂着灵魂形态的亡灵，幻想自己是光明牧师，用圣光消灭幽灵。他还迁怒于仆从麦哲伦，可怜的麦哲伦被吓得躲到黑骑士达克宁身后。死神只给了安德30天时间，他深知时间紧迫，满脑子都是如何把那黑翅膀的骷髅弓箭手君王弄出来。他明白只有光明力量对幽灵生物杀伤力最大，可在亡灵位面根本弄不到光明能量，从主位面偷渡也不行。死神以抹杀他相威胁，为了活下去，他只能绞尽脑汁。安德一边想办法，一边揣测死神为何让自己这个超级低阶的存在去帮他拿东西。他怀疑这跟前几天那通天彻地的光明能量柱有关，还联想到僵尸洞穴深处的壁画，死神意志降临时的微怒语气，感觉这些事情之间肯定有内在联系，但迷雾太多，一时无法想明白。安德开始尝试进入枯萎森林，肉搏系仆从对幽灵无用，能用的只有部分骷髅法师，且只有暗影剑、灵魂鞭挞等法术有效。第一次攻防，他损失了1只骷髅法师，强攻显然不可行。接着，他穿上阿克蒙德之伪装进入森林，伪装的光明能量驱散了低阶噬魂幽灵。
可几只哀嚎女妖挡住了他的去路，并同时发动灵魂哀嚎。尽管有伪装，安德仍感到颅腔中的魂火摇晃，视线模糊，只能掉头就跑，留下了尴尬的一幕。回到安全地带，安德不住地咒骂着。克格勃法师塔的私人图书馆内，阳光透过穹顶附近的玻璃花窗，洒在正忙乱翻找资料的安德身上，映出斑驳痕迹。一只肥硕的驴鼠不知从何处钻出，半蹲在安德背后的书架顶端，他尖尖的鼻子不断抽动，似乎对骷髅看书感到疑惑。老克格勃去参加宴会，小蒂娜借口不舒服留了下来，安德便得以大摇大摆地在白日出现。当安德忙着查阅资料时，蒂娜双手紧握放于胸前，抬头仰望着图书馆内的死神像，诚心祈祷。他祈求尊贵的海德里希死神大人保佑安德叔叔平安完成试炼，还提到克格勃爷爷也像亲爷爷一样，他作为死神的信徒，希望安德叔叔能每天都好好的。实际上，除了蒂娜语调特别低的句子，安德断断续续都能听见。看到小姑娘虔诚祈祷后闭目冥思，安德心中一暖，默默想着自己生命力堪比小强，没去打断他，继续翻阅古籍。功夫不负有心人，安德终于在字里行间找到了关于杀伤幽灵的内容，这让他精神大振。他抬头看到蒂娜正抱着暗黑学徒魔法书沉浸其中，便打消了与他分享喜悦的想法。他知道蒂娜对暗黑魔力的感悟资质中等，小姑娘也明白自己不是天才，一直在努力用勤奋补足天资的不足，安德对此感到欣慰。他从不相信神邸，觉得命运应掌握在自己手中，可目前生命受死神海德里希威胁，只能先解决当下困难。安德记下书籍内容，将羊皮卷放回书架。看看时间不早，他走到仍在研读魔法书的蒂娜身边，正打算拍拍她脑袋瓜后回亡灵位面，却突然停下，以最快速度凝聚出一面骨盾护在身前。一支乌黑的金铁短剑破窗而入，强劲的短剑击碎骨盾的同时，也击碎了安德的左手掌骨。安德叔叔！蒂娜惊呼，安德头也不回地命令他立即躲到书架后面。此时，两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脸用黑金包裹只露眼珠的刺客从破碎的窗户跳下，他们紧握蓝光莹莹的短匕首，一左一右逼向安德，目标是他背后的蒂娜。在刺客眼中，残废了一半的安德已无威胁，他们觉得只需轻松杀掉蒂娜，就能拿到3000金币的报酬。就在刺客憧憬着即将到手的金币时，一个金属色泽骨架、顶着亡灵黑骑士脑袋的骷髅凭空出现，扬起战刀发动冲锋。一名识货的刺客到死都不明白骷髅兵为何会使用亡灵黑骑士技能。安德的100多名仆从，如高大的骷髅领主、利爪的达伽马等纷纷出现，阻挡了幸存刺客的全部退路。安德吩咐仆从先虚弱刺客，打断他手脚，但先别杀，心中思索着这职业刺客是谁，为何而来。安德未曾料到，幸存刺客自知逃不掉，咬碎口含毒药。气急败坏的他来不及阻止，刺客便脸色青灰死去。为报复，安德在刺客灵魂消散前，命令达伽马发动灵魂吞噬，认为搞刺杀就得付出代价，哪能轻易死掉。刚处理完刺客，尖锐的魔法汽笛响起，响彻玛雅城。安德推开法师塔塔顶窗户，从高处看清大半座城陷入混乱，人群无序，房屋被点燃。此时，一队队盔甲鲜亮的骑士和排成方阵的步兵出现在巷尾街头，他们分4个方向驱散街头混乱市民，不听从命令者被斩杀弃尸街头。这些士兵训练有素，有条不紊地驱赶乱民，扑灭火头，稳定一处后留部分士兵镇守，大部分继续前进。波音法学院作为主位面4大魔法学院之一，实力不凡。学院6系导师的魔法师塔顶尖发亮，射出6道宛若实质的光线束，形成一个由6种不同光线构筑的6芒星阵，最终构成流光溢彩的巨大双层魔法能量罩，笼罩住整座玛雅城。身处暗黑魔法塔顶层图书馆的安德，感觉到头顶穹庐之上浓郁的暗黑能量，也感受到链接到魔法塔顶水晶的火系、风系能量束。他对魔法能量的使用方式有了新体悟，觉得光明序列3系魔法能量性质温和，可放内层主手；黑暗序列3系魔法性质暴虐，可放外层主攻，且内外层还能随时调整，不禁赞叹6芒星阵设计者是天才，同时也好奇6系魔法塔顶端的巨型魔晶能维持多久能量输出。这时，黑暗魔法塔通向顶层图书馆的楼梯传来凌乱脚步声，老克格勃急切吼叫着赶来，提到苏霍伊刺客和苏霍伊王矮子批评。安德敏锐抓住关键信息，让蒂娜明白刺客是他指挥骷髅仆从所杀，要为自己保密，安慰他自己会保护他，让他送自己回亡灵位面，并嘱咐他在一切平息前不要离开克格勃爷爷。蒂娜点头，位面传送白光亮起时，老克格勃冲进图书馆，看到刺客尸体后确认是苏霍伊人，怒不可遏。安德向蒂娜传递最后一缕意识后，回到亡灵位面。安德看到仆从散落，远处枯萎森林幽灵密布。他抬起被击碎大半的左手欲修复，发现骨骼因沾染朱砂刺客的鲜血而一片鲜红。
他恍然自己已沾满血腥，开始思索自己杀戮的数量，陷入迷茫。他回忆起不久前自己还是都市森林中打拼的普通人，虽辛苦但没见过血腥，可都市里笑里藏刀，陷阱不断，杀人不见血。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现在强者为尊的亡灵世界，起码明刀明枪，死也死得明白。他在心中默念活下去，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放下心结。猩红双月爬上半空，安德的身影在赤红月光下朦胧，他终于动了。猩红双月高悬，枯萎森林里，幽灵们暂停游荡，开始吸收暗黑能量。按照等级，女妖领主薇薇安高居君王谷山顶端，周边围绕着虚空幽灵，向外则是哀嚎女妖，而最低等的噬魂幽灵只能乖乖待在森林边缘。哀嚎女妖加伯利、蒂露比本应身处森林深处，此刻却在边缘游荡，一脸迷惑。原来一个果奔男跑进森林将他引出，此时正两手叉腰，光着屁股站在森林外。加伯利很想对他发出尖锐哀嚎攻击，可果奔男不进森林，他若攻击就得飘出去。然而他魂火意识里有个强大声音命令他留在森林，守护森林，他只能顺从，最终熄灭了攻击的想法，飘回自己的位置。这个果奔男是安德，他愤恨不已，这已经是他用果体勾引出来的第3只哀嚎女妖了，每只都在森林边缘徘徊后就扭头离去。自尊心受挫的他，一次次冲进枯萎森林，用凝聚的加速腐烂技能攻击最近的哀嚎女妖，然后扭头就跑，生怕被女妖的痛苦哀嚎技能眩晕。时间一点点过去，安德也记不清进出森林多少趟了。直到猩红双月西坠，他才停止这令人发指的骚扰行为，在女妖们仇视的目光下离开。安德绕到仆从们躲藏的地点，只见骷髅领主瑞德正指挥着骷髅兵们忙碌工作，宛如建筑工地一般。黑骑士达克宁原本不屑当人力挖掘机，在看到骷髅领主嘚瑟后，也加入劳作。安德制造了几十把骨铲，叮嘱完领主后，联系上主位面的蒂娜并传送过去。安德出现在蒂娜新卧室，蒂娜示意门外有人守护，可能是老克格伯加派的护卫，或是鲁格13世下属的光明骑士。他从贴身衣物掏出一张带着体温的纸交给安德，上面记录着安德回亡灵位面后发生的事。昨天鲁格大公国前来观看波音法术大赛的高层，包括蒂娜和鲁格13世都遭袭击，有证据指向是苏霍伊公国。玛雅城全城戒严搜捕刺客，大赛暂停，6系主任坐镇法师塔，军队进驻保护。但苏霍伊公国并未派大军压境，其精锐施救空骑兵军团还在西疆绞杀荒原兽人。安德放下心，安慰蒂娜后让她烧掉纸，便赶回亡灵位面，因为死神限定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夜复一夜，安德持续进行着猥亵的果奔骚扰行为，他那还算健美的身躯深深烙印在所有哀嚎女妖单纯的心灵里。高踞君王尸山之上的哀嚎女妖领主终于无法忍受这挑衅，他带着虚空幽灵与哀嚎女妖倾巢而出，像百鬼夜行般围追堵截果奔的安德，是要将其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然而狡猾的安德将游击战的精髓发挥到极致，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把平静祥和的枯萎森林搅得乌烟瘴气。其中哀嚎女妖加伯利命运凄惨，半月内竟被安德骚扰不下500次。愤怒不断积累，可怜的加伯利发生了亡灵狂乱。好在安德见情况不对，脚底抹油逃出了枯萎森林。站在森林外咒骂一番后，安德换个方向继续骚扰女妖。在猩红双月西坠前，安德 DM 此危已远去。白日里，因哀嚎女妖行动速度比夜晚快，安德没去冒死调戏。他跑回亡灵仆从忙碌的建筑工地，发现黑骑士达克宁又被骷髅领主拉去洞穴做苦力。安德在魂火中唤出达克宁，在意识中给他吩咐事情。怕达克宁理解不了，安德把完整计划拆成小段灌输。起初达克宁连续点头，听着听着却开始发抖，拼死摇头。安德见状玩起激将法，提及黑骑士的荣耀，成功让达克宁拍着粗壮的胸骨答应要求。安德愉快地哼着小曲，继续耳提面命交代事务。诸事交代完毕，安德集合做了一夜苦力的仆从们出发捕猎。安德处心积虑准备了将近20天。夜幕再次降临，2轮猩红之月摇挂天际，死亡天幕阴云飘过，宛如双渴望杀戮的夜魔血瞳。果奔男安德又出现在枯萎森林边缘，似有再次潜入的想法。女妖领主尖利嚎叫，所有被骚扰过的女妖红了眼，一窝蜂飘向安德。安德却退回安全地域。女妖领主挑衅，安德似要冲进森林，就在女妖准备发动痛苦哀嚎时，他停住脚步，侧耳倾听后转身离去。女妖领主怒气渐消时，又发现安德悄悄转弯，从另一侧意图进入。女妖领主怒火再次被点燃，带领队伍冲向他意图侵入的方向。在果奔与反果奔的拉锯战中，所有幽灵注意力都集中在安德身上，没发现靠近君王尸山的地面有个骨质物品转动。终于，君王尸山轰隆坍塌，风化严重的君王骨骼骨粉四溅，
已恢复骷髅法师状态的安德在意识中咆哮，奋力抱住黑翼骷髅弓箭手君王，钻进挖掘近20天完成的地道。光明法术对幽灵的杀伤效果强于实体型亡灵生物，所以幽灵对光明能量的增物远超实体型亡灵。安德基于此认识，第一次果奔时，7、8个哀嚎女妖因厌恶光明能量发出痛苦哀嚎，这更增强了他的认知。主位面老克格伯私人藏书馆的记录表明，幽灵会不假思索地攻击范围内弱于自己的光明能量体，且幽灵间情绪易互相感染。阿克蒙德之伪装表面附着淡淡的光明能量，安德决定利用这一点。凭安德亡灵仆从还乡团的实力，反攻枯萎森林完成死神海德里希的要求完全是痴人说梦。于是安德想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每晚他穿着阿克蒙德之伪装杀进枯萎森林，以自身散发的光明能量吸引哀嚎女妖。原本他打算吸引噬魂幽灵，可噬魂幽灵太过孱弱，惧怕伪装散发的光明能量，安德只能以果奔姿态去勾搭亡灵女妖。与此同时，安德的亡灵仆从们变身小煤窑采掘者，用安德制造的骨铲挖掘地道。为防止幽灵察觉地下异常，安德多次果奔，被女妖的痛苦哀嚎等技能命中多次，一直发生亡灵狂乱的哀嚎女妖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在阿克蒙德之伪装中和部分灵魂攻击，魂火中的阴阳鱼吸收剩余大部分，再加上他不甘死去的心理支撑，才幸免于难。大半个月时间，安德在枯萎森林踩出条条路径，女妖愤怒情绪相互感染，传播到所有幽灵的魂火中。哀嚎女妖领主开始围追堵截安德，计划关键难题解决。当地下隧道挖到君王谷山之下，最后一夜，被激将的黑骑士达克宁穿上伪装勾引已到爆发边缘的哀嚎女妖领主。安德钻进隧道，用潜望镜瞄准黑翼骷髅弓箭手君王遗骸位置挖掘。挖掘的洞穴发生崩塌，但女妖领主没料到这一手。等他反应过来，安德早已带着遗骸逃走。距离死神规定时限不足1小时，安德带着亡灵仆从跑到最近的骷髅法师神殿外。他从骷髅领主手里接过遗骸，踏上台阶，虽对死神有怨气，但踏入神殿后不再怨恨。他将遗骸放在供奉台上，死神雕像双目睁开，让他离开。安德行礼后退出神殿，没有奖励和承诺，他觉得死神冷酷，但想到从此能放心升级，便淡然走出神殿范围。完成死神苛刻任务后，安德乖乖窝在自己的骷髅墓园，每日白日他都投身于无休止的捕猎。更换了主位面金属战一般的骨骼后，主要亡灵仆从们的攻击效率大幅降低，这是因为他们难以适应更加沉重的骨骼，导致攻击动作变得迟缓。为了让仆从们尽快适应，安德每日都让亡灵仆从们不停地征战杀戮，此策略效果显著。首先恢复效率的是骨鳌们，他们本就是天生的捕猎能手，装上合格的金属骨后，攻击力大增。遇到不强的敌人，骨鳌们纵身一跳，利用冲击力和沉重身体冲倒敌人，再咬断其脖子。遇上强悍的敌人，3头骨鳌便分进合击，无数亡灵都折在他们的联合攻击之下。骷髅领主瑞德疯狂爱上了工程监理工作。枯萎森林隧道工程虽最后阶段发生垮塌事故，但责任在安德瞎指挥。心情不错的瑞德回到骷髅墓园，立即投入2期改造工程。有之前修石柱的经验，加上安德不时指手画脚，他的建设速度和质量越来越好，石柱垮塌率稳定控制在1/4。然而每次石柱垮塌，黑骑士达克宁都会嘲笑瑞德，瑞德恼羞成怒与之 PK， 但因种族劣势，每次都被修理成半残疾，好在有安德护着。达伽马则带着安德分配的10几个小弟苦练9阴白骨爪，把骷髅墓园搅得鸡飞狗跳，他却乐此不疲。安德早已看不上墓园中的低阶骷髅，他早出晚归，带着贴身护卫麦哲伦，将捕猎范围扩展到30-40公里之外。他以墓园周边为轴，探查清楚了四方情况。骷髅墓园位于2条自西向东流的黑水明河交汇形成的人字形正中，人字顺时针旋转90度。渡河北上是已被他毁灭的僵尸洞穴，向南渡河是枯萎森林哀嚎女妖领主的地盘，向西沿黑水明河逆行30公里内，没有有价值或有威胁的亡灵聚居地。向东，2条黑水明河交汇后2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个明湖，湖中漂浮着无数残骨腐枝，漩涡时隐时现，巨大肮脏的泡沫破裂又复现，岸边白骨密布。安德感觉到明湖中存在强大的亡灵生物。就在他犹豫是否留下查看时，地面震动，远处出现一个黑点。黑点渐渐走近，竟是一只骷髅战象。这只骷髅战象骨架庞大，伤痕累累，缺了半根象牙，巨柱般的腿骨踩碎岸边碎骨，留下深深的脚窝。他给安德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惧意，一只就足以灭掉他和所有仆从。按照其行走方向，他将抵达骷髅墓园。安德明白只能赶紧让路，但藏在墓园石屋的阿克蒙德之伪装与卡什尼科夫笔记必须抢出。就在他准备跑路时，巨大的潮水翻涌声传来，滔天的气浪把他冲倒。水汽散开后，
他再次大惊失色。安德眼中不可战胜的骷髅战象被水灵灵的巨型触手紧紧捆缚，骷髅战象拼命挣扎，巨大力量让缠绕骨架的半腐烂触手条条绷直。肮脏乌黑的冥湖中，巨型触手系亡灵在波涛间浮浮沉沉，被骷髅战象拖得渐渐靠近湖岸。安德看着那半腐烂的章鱼形亡灵水怪，觉得十分眼熟，一拍后脑勺，终于认出他是亡灵版八爪怪，还是个高手。这以力量著称，能硬汉一打死亡骑士的骷髅战象，竟渐渐落了下风，被拖得慢慢脱离湖岸，滑向冥湖。骷髅战象的挣扎在触手上留下深深裂口，巨量乌黑液体飙出，染透了他小山般的身躯。已被湖水淹没半截身躯的骷髅战象突然人立而起，粗壮前肢红光闪烁后重重踏下，激起滔天巨浪，冥湖上漂浮的残骨断肢四方飞溅。一条残肢击倒了安德身边的骷髅兵仆从，正聚精会神观察战场的安德吓得脖子一缩，紧接着又因骷髅战象践踏产生的震动一屁股坐到地上，身后的骷髅仆从也滚作一团。安德爬起来甩甩脑袋，冲着骷髅战象比中指，觉得他早该用这强悍的战争践踏大招。其实安德有点可惜骷髅战象，相比恶心的冥湖八爪水怪，他更希望骷髅战象获胜。但如他所料，骷髅战象的战争践踏虽让水怪眩晕，可脱力的他还是被彻底拖进深水区。水怪解除眩晕后重新加紧束缚，几口就吞下骷髅战象的头颅和魂火团，又将其残躯撕扯得四分五裂，丢弃在冥湖四处。安德明白了冥湖多亡灵残躯的原因，也意识到自己的弱小，之前沾沾自喜的心理荡然无存，明白要努力发展实力自保。不过他又觉得冥湖水怪的存在也有好处，能阻隔其他强横亡灵从东面到达，且水怪难以仰攻骷髅墓园。带着亡灵仆从返回时，安德搞起捕猎活动，古敖在前侦查，其他骷髅仆从按肉搏，远程支援的序列前行，除看不上的古鼠外，其他落入视线的亡灵都被消灭。快到骷髅墓园要渡河时，一只骨骼纤细的骷髅弓手踉跄着朝渡口跑来，身后十几只古狼紧追。安德认出他就是自己初到亡灵位面时与巨斧骷髅战斗并获胜的长弓骷髅。安德下令让古敖干掉古狼，让达克宁截住长弓骷髅，还特意补充不要伤他的头骨。不知因何惹上古狼群的长弓骷髅，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黑骑士达克宁不费吹灰之力，连战刀都未动用，便轻松将其击倒。长弓骷髅抽出骨匕首偷袭，然而黑骑士的骨架坚硬无比，骨质匕首根本无法切割。达克宁提着不断挣扎的长弓骷髅，顺手捡起他的骨质长弓，随后返回安德身边。那一群古狼遭遇安德的古敖，只能是惨遭屠杀的命运。安德的古敖们一番折腾后，留下遍地狼骨，摇着骨头尾巴欢快地跑回安德身旁。安德看着被黑骑士紧紧抓住的长弓骷髅，感慨第一次见面时他曾放过自己，但此时精疲力尽，连魂火都暗淡的长弓骷髅，魂火一时混沌，未能理解安德的话。安德遂决定对他使用亡灵操控术。此前在冥湖边，残肢击碎骷髅法师颅骨，导致安德的亡灵仆从减员，所以他想将长弓骷髅收为仆从，倒也并非多看重他，只是一时感慨。出乎安德意料，连续10几次使用亡灵操控术，长弓骷髅都未屈服。按习惯，3次不屈服就该人道毁灭，可安德这次饶有兴趣，继续尝试。最终，长弓骷髅虚弱的魂火抵不住安德的召唤，加入了仆从序列。他从意识中传来的声音好听，像安德青年时喜欢的播音员，让安德惊喜，也听出了其中的疲惫。岸边没有大型亡灵，只能回骷髅墓园给他补充。安德对长弓骷髅说了一大通，却忘了他等级低，除了命令基本听不懂。安德的大部分骷髅仆从记不起名字，他常用数字命名，如3只古敖叫大毛、2毛、3毛。没想到长弓骷髅说出自己叫塞梅尔赫利，还能记起姓氏，这让安德惊喜，觉得他或许能成为助手。他对塞梅尔好一番盘问，可惜他除了名字，魂火依旧混沌，安德略感失望。在孤寂的亡灵世界，安德有4名略有智商的仆从，能让他倾诉以排解寂寞。平安回到大本营后，安德让达克宁猎杀亡灵魂火给塞梅尔补充，自己带塞梅尔回石屋修补。安德此前因塞梅尔与巨斧骷髅争斗虽胜，但劣势明显，且研究发现骷髅射手攻击力弱，准头低，本已绝了招安骷髅射手仆从的想法。修补完塞梅尔的骨架，安德想到老克格勃图书馆的大陆姓氏溯源，打算去翻翻。以玛雅城刺客事件为导火索，鲁格大公国与苏霍伊王国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率先挑起战事的是号称黑鹰的鲁格13世大公。鲁格大公国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军事集结，拥有5000鲁格夜甲骑士、8万出头的步兵以及400多人的法师团。最终，由大公年仅21岁的弟弟汉沙冯鲁格侯爵担任统帅，组建起庞大的汉沙军团。苏霍伊王国虽有所准备，
但汉沙侯爵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出乎苏霍伊王矮子批评的意料。汉沙侯爵不惜以补给中断为代价，巧妙绕过苏霍伊11万之众的南方军团，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苏霍伊天险阿拉尔山口，囤积在此的苏霍伊粮草也尽归其手。背靠阿拉尔山口作为屏障，年轻的汉沙侯爵在顿河平原摆开军势，正面迎战追击而来的苏霍伊名将久加诺夫伯爵的南方军团。他以作是自己左翼军团崩溃，3万步兵牺牲为代价，成功耗干了久加诺夫随军法师团的魔力。随后，鲁格叶甲骑兵发起不计代价的凶悍集团冲锋，一举击碎了久加诺夫伯爵外强中干的中央军团。这场被称为流血顿河的战役，苏霍伊阵亡士兵达7万8千，名将久加诺夫也命丧汉沙侯爵气枪之下。汉沙侯爵那句"我的辉煌将以你们的尸骨来铸就"的名言，被其亲卫叶甲骑士记录并传遍整个大陆。击溃久加诺夫军团后，汉沙侯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苏霍伊南方行省克洛斯诺达尔，连破11城后，将行省首府麦科普团团围困。此时，苏霍伊的救援军团与鲁格的补充军团都还在半途，汉沙军团剩余士兵已不足3万，能否一举攻克麦科普成为战争的关键。战争的顺利进行掩盖了血腥，玛雅城中的年轻贵族被汉沙侯爵的名言和功勋所激励，纷纷组建贵族私军，在贵族子弟带领下奔赴前线。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战争气息，平民们也不再谈论家长里短，而是汉沙勋爵攻城略地的辉煌。汉沙侯爵成为鲁格公国无数少女心中不可替代的白马王子。在高高的暗黑法师塔顶端图书馆中，安德专注于研读大陆姓氏溯源，对虏获战争毫不关心。战争导致金属价格上涨，这对需要购买金属粉武装仆从的安德来说并非好事。这本书没有目录且排列混乱，安德始终没找到要找的鹤立姓氏，满心怨气地向蒂娜吐槽，还顺口说出编页码、做目录检索表等方法。蒂娜听后撕下了决心。之后，蒂娜帮忙将书放回书架，并提醒安德去买金属粉，称自己作为初级暗黑法师，协会发的10个金币可用于购买材料。安德夸奖蒂娜，心中却叹息要想办法挣钱，毕竟不好意思用小姑娘的工资。扎卡里尤金是个典型的矮人铸造师，他有着坏脾气、嗜酒、傲慢、固执等特点，但同时也豪爽、一诺千金，且铸造手艺精湛。近期的战争让铁匠铺的铸造炉连续30多天火焰未熄，扎卡里和他的3个学徒都熬得双眼通红。对矮人铁匠而言，铸造的兵器被识货之人高价买走，再用赚来的金币买到优良麦酒，便是最大的幸福。显然这段时间让扎卡里十分幸福。扎卡里仰头灌下一大口麦酒，打了个酒嗝后嘟囔着该死的战争，便从铸造炉里扯出通红的铁条开始打铁。雨点般的汗液从他赤果的粗壮胳膊滴下，落在铁条上嗤嗤作响。很快，一柄双手大剑在他手下渐渐成型，他心中估算着这剑能卖10来个金币，抛去成本小赚一笔，又能去酒馆买不少麦酒，越想越高兴，挥动铁锤的力量也更大了。就在这时，一个口音怪异的声音大叫着扎卡里，扎卡里。扎卡里抬头看向铁匠铺外，夜幕将近，街道冷清，不见人影，他不由自主地回应了一声。一名矮人学徒提醒他别答应，可惜已经晚了。那声音突然开始用污言秽语辱骂扎卡里，他一怒之下将眼看要完成的双手剑锤成了弓形。原来10几天来，每天擦黑时都会出现这样莫名其妙的辱骂，这已经是第5次。扎卡里终于想起此事，他脸憋成紫茄子色，挥舞着大铁锤暴怒地冲出铺子，是要将辱骂他的人砸成肉酱。看到冲出来的暴怒矮人，安德本能地抓住蒂娜的手腕，让护卫蒂娜的2名剑士顶到前面。行道树上的一只大鸟被吓得飞向远方，扎卡里以为是他们辱骂自己，显得有些歇斯底里。幸运的是，娃娃脸剑士小维克多与扎卡里相熟，他赶紧解释自己不会辱骂扎卡里。扎卡里认出是小维克多后，又怀疑另一名剑士。蒂娜和那名剑士也赶紧解释。扎卡里分析后放下了手中的铁锤，但他仍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诋毁他的名誉。蒂娜好奇询问发生了什么，扎卡里耿直地将事情全部讲了出来，还表示谁能揪出那人，他一定重重酬谢。安德授意蒂娜询问酬谢方式，扎卡里傲慢地认为蒂娜不可能做到，要找佣兵来解决。蒂娜气鼓鼓地要和他打赌，赌注是如果他抓住那人，扎卡里以后出售给他的东西只能收半价。扎卡里毫不畏惧地答应了这场赌约。3天后的傍晚，那口音怪异的扎卡里叫声再度响起。此时正在专注打铁的红胡子矮人扎卡里停下手中劳作，扭头看向在一边等待的蒂娜小姑娘，在得到她点头示意后，他极不情愿地回应道：“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叫我？”矮人铁匠大师虽脑子不太灵光，但也感觉这必须回应的要求有些蹊跷。扎卡里刚一回答，便如前几次一样遭到对方污言秽语的攻击，不过这次那怪异口音的家伙只叫嚷了一嗓子半。紧接着一阵扑棱声后，
似有东西从高处坠地。这奇怪声响让矮人扎卡里一头雾水，蒂娜也是满脸不解。这时，拧着一只肥大鹦鹉形生物脖子的骷髅法师安德晃晃悠悠走进扎卡里的铁匠铺，向蒂娜传递意识流，让他告知矮人是这只肥鹦鹉在骂人。蒂娜一言告知扎卡里，可扎卡里瞪大那双典型的矮人小眼睛，完全无法相信鸟会骂人。安德深知矮人的疑惑，他举起鼓手在肥鹦鹉脑门敲了几下，将其敲醒。肥鹦鹉醒来后挣扎不止，嘴里脏话连篇，自然换来安德毫不留情的胖揍。蒂娜凭借近来阅读的书籍，加之留意了安德所看书目，认出这是炎热森林特产的魔兽亚马逊人鱼鸟。肥鸟被认出后得意回嘴，又因脏话太多遭安德狠敲。扎克里一拍大腿想起，前段时间有个带着只鸟的亚马逊女猎手在他铁匠铺买武器，当时他顺口说鸟长得丑。蒂娜询问扎卡里如何处置，扎卡里表示自己不对在先，让他们帮鸟找回主人，还承诺遵守赌约，以后蒂娜买东西半价。可扎卡里一提就是，肥鸟就激动开骂，安德手疾眼快捏住他嘴巴。扎卡里佩服蒂娜睿智，询问他如何发现是鸟捣乱。蒂娜看向安德，安德搪塞说天机不可泄露。在暗黑法师塔自己的卧室里，蒂娜再度询问安德如何知晓是这只鸟捣乱。安德难以回答，其实3天前晚上他就看到肥鹦鹉从铁匠铺旁树上飞走，他为占矮人半价卖东西的便宜，特意设了这个局，还让幽灵麦哲伦等肥鸟骂出一句后动手，以此报复矮人曾吓他一跳。安德继续装神棍，称天机不可泄露。此时笼中肥鸟缓过气来，又骂了句脏话。处理完矮人铁匠铺的事情后，安德趁机以优惠价格购买了双倍金属蟹。他并非那种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人，更像是饱暖思淫欲的暴发户。有了充足原料，加上在矮人扎卡里铁匠铺偷师3天，他开始着手制作半金属的铠甲和盾牌。以前他虽有此打算，但那时技艺不佳，做出的白骨防具只能算累赘和垃圾。就拿骷髅刀斧手自带的白骨盾牌来说，抗击打能力比他做的好1倍有余，而骷髅法师有无防具区别不大，若他们都受攻击，安德的肉搏型仆从恐怕已阵亡大半，他肯定早溜了，毕竟在亡灵世界集体裸奔也没人笑话。现在不同了，原料充足，亡灵位面进展顺利，他感觉骷髅法师级别又要升级，仆从队伍将扩张到300有余。虽然仆从多更安全，但也更难照顾。他的几个有名字的亡灵仆从，黑骑士达克宁高傲且易被挑衅，骷髅领主瑞德志在基础建设，达伽马是弱者面前的英雄，幽灵麦哲伦技能被他留作杀手锏，新入伙的长弓骷髅塞梅尔，虽其姓氏显示生前可能是高等精灵，但也不具备指挥官实力。所以为防止指挥失误，他打算给肉搏仆从披重甲。安德了解到异世界主位面法则，认为类似地球的6道轮回理论，能解释亡灵位面亡灵凭空出现的现象。但他疑惑自己为何有5名能记起姓名的仆从，这与在老克格博图书馆发现的禁书神曲中记载的3000多年前的神魔大战或许有关。大战中1000余名掌管位面的神魔只剩不足100位，创世神关闭神邸进入主位面的通道，如同机器少了大半零件，法则运转异常，少量低级亡灵记起姓名也就不奇怪了。制作白骨铠甲时，安德边猜测边把凝聚好的金属骨剑给塞梅尔。铁笼中的肥硕亚马逊人与鸟叫骂，塞梅尔张弓搭箭指向他，肥鸟吓得腿软倒地哀嚎。正在冥想的蒂娜被吵醒，替肥鸟求情，安德本就没想杀他，就泼下驴让塞梅尔放下弓箭。肥鸟又想骂人，被安德用细骨头砸了回去。完成当天半金属装备制造后，安德心满意足，与满脸不忍的蒂娜道别，抱着铠甲防具回了亡灵位面。在亡灵位面搜索后，他发现骷髅墓园西边30公里外有一群骸骨熊，如今兵精粮足，准备去剿灭。在险恶的亡灵世界，猩红的双月渐渐升起，一丛丛血剑草伸展开剑叶，疯狂地吸纳着月光精华，只有在夜里，这片世界才有片刻的生机。一名漫无目的游荡的骷髅兵在血剑草边停下脚步，扬起空洞头颅看向天空的猩红双月，混沌的魂火中闪过好舒服的意识。突然，一根冰凉的箭矢带着呼啸声从其后脑射入，从残缺的颌骨穿出。箭矢的冲击力让骷髅兵踉跄几步，踏碎了身前的血剑草。被偷袭的骷髅兵愤怒不已，稳住骨架，抓紧白骨武器，转身搜寻弓箭手。然而，映入他魂火的是排列略微歪斜的4排亡灵生物。最前排是身着泛金属色泽白骨铠甲，头戴骷髅头盔，手持刀盾的骷髅刀斧手。第2排是只戴骷髅头盔，紧握3米左右半金属骨枪的骷髅枪兵。第3排是浑身光溜溜却手持枯骨法杖的骷髅。最后排是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的亡灵，有浑身穿白骨战铠却顶着黑骑士头颅的骷髅，食指尖长闪耀金属光芒的骷髅，披挂重甲的红脑袋骷髅领主，隐藏在阴影中的幽灵，
还有跳着脚指挥长弓骷髅张弓搭箭的骷髅法师。骷髅兵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第二支箭矢呼啸而至，打断了他简单的思考，贯穿了他脆弱的颈骨。他彻底怒了，发起冲锋，第三支箭矢又命中其颈骨，最终身首分离，头骨被一只纤细鼓手击碎。待在亡灵仆从大军后面的安德乐呵呵地夸奖高等精灵族变的骷髅弓手塞梅尔，称其经过短时间调教，箭矢命中率已能在5箭内搞定1、2级骷髅兵。安德让塞梅尔吞噬掉骷髅兵微弱的魂火，以塞梅尔攻击成功为开端，骷髅仆从们对视线所及的亡灵展开绞杀。一路向东，在猩红双月西坠时，安德带着战果累累的仆从在靠近黑水冥河处休息。前面是海古熊的地盘，安德让骷髅领主留下统领仆从，自己带着黑骑士与幽灵达克宁，以3头古獒为前导，悄悄摸向谷地。谷地里有起码110只海古熊群落，安德数得头昏眼花，最终放弃。确认没有领主级别后，他放下心来。海古熊不大，海古巨熊骨架粗壮。安德问达克宁转职亡灵巨熊骑兵如何，黑骑士拒绝，并抱怨安德骑在他肩上。安德跳下后说回去，黑骑士不明白海古熊的处理，安德懒得解释，走2步又让达克宁考虑转职，达克宁仍坚决拒绝。为了达成将自己的亡灵步兵进化为亡灵骑兵的计划，安德起早贪黑，展开了疯狂的杀戮行动。海熊谷地周围方圆几10公里内的亡灵生物，无一例外尽数落入安德的魂火之中。或许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多月持续不断的绞杀行动，安德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临近升级的边缘。杀戮依旧在持续着，一支冰凉且犀利的箭矢精准无误地灌入了僵尸聚居地最后那只7级僵尸的左眼，顿时失血4溅。塞梅尔的魂火闪烁不定，在安德尚未发出吩咐之前，便迅速从背后再次抽出一支金属古剑，熟练地搭在了古弓之上。然而在塞梅尔再次射出箭矢之前，那如铁罐头般的黑骑士挥舞着黑骑士战刀，义无反顾地与处于暴怒状态的僵尸激烈地战成了一团。关键时刻，黑骑士天生的高阶战术暗黑冲击终于发挥了效用。7级僵尸被恐惧所笼罩，只能踏着满地其他僵尸的残肢断臂，不由自主且踉跄地后仰着倒退了4大步。就在这时，安德蓄势已久的白骨牢笼及时发出，尚处于混乱状态中的7级僵尸被紧紧地束缚在了其中。不出安德的预料，7级僵尸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时间极其短暂，仅仅只有1秒多而已。倘若没有安德适时发出的白骨牢笼，重新清醒过来的7级僵尸极有可能会抬起他坚如铁石的双臂护住脖颈，那么黑骑士因为装备了重甲后速度减缓不少的冲锋，大概率将会无果而终。但当下的情况却是，7级僵尸刚刚奋力击碎白骨牢笼，达克宁已然高举战刀，以蛮牛般不可抵挡的气势冲锋而至，随着刀锋划过，失血飞溅而出。7级僵尸的头颅高高飞起，尚未落地便被一只食指尖长的鼓手精准地截住，最终被送到了安德的面前。黑骑士魂火闪动，看着抢夺自己向安德供奉战利品机会的达伽马，好半天之后才将视线收回，落在了自己的战刀上。此时刀锋已残缺多处的骑士战刀沾满了僵尸那令人恶心的碧绿腐血，黑骑士呼呼地耍了2下刀花，将僵尸血抖落于地。干得不错，以后主人我再鼓捣出好东西，第一个就给你装备上。安德鼓励的意识适时传入了黑骑士的魂火之中，哪怕是处于混沌状态的亡灵仆从，也能够懂得主人夸奖的意识流。黑骑士瞬间忘记了与达伽马生气，提着黑骑士战刀屁颠屁颠地回到了安德的身边。而7级僵尸的魂火早已经被殷勤的达伽马掏了出来，毕恭毕敬地供奉到了安德的手中。尊敬的主人，请您享用。达伽马恭敬无比地俯下腰身，向安德传递过去驯服的意志。自从上次在僵尸洞穴外英灵战退缩被安德怒骂，最终发生了亡灵狂乱之后，智力有所提升的达伽马就变成了如今这般状态。他总是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安德表现自己作为仆从的耿耿忠心。或许安德当时那要熄灭他魂火的死亡威胁，给达伽马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恐惧记忆。他的所作所为明显有着规避这种恐怖事情再次发生的意图。在穿越以前，安德好歹马上就要混到主管级别，他又怎么会不清楚达伽马这些小儿科的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安德也不会去点破，毕竟作为曾经是人的安德，无论如何都会觉得从僵尸脑中掏魂火之类的事情是极其恶心的。既然有人愿意代劳，他又为什么要拒绝呢？7级僵尸的魂火能量终于让安德成功晋升为6级骷髅法师。光芒散去良久之后，安德还沉浸在细细回味着升级时的感受之中。无形的容器、随意采集的碎骨、枯骨复生术、精纯的暗黑能量，还有几乎感觉不到，但绝对比普通死灵君王要强大的施术者意志。这强大的意志给安德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种熟悉感，安德才敏锐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种熟悉来源于安德每次成功收服亡灵仆从后，
那一定会出来为主仆双方签订契约的。契约死神，神曲中说，死神世界位阶森严，金字塔顶端是居住于失乐园的死神海德里希，其下是各种死神仆从。契约死神只是最下等的死神仆从之一，其后才是超过30级的亡灵大君王，24级以上的亡灵君王，15级以上的亡灵大领主，10级以上的亡灵领主。所有不足10级的亡灵都如同蚂蚁般渺小的存在。安德一边搜索记忆，一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那么用枯骨复生术为10级以下亡灵升级的，应该也就是些下等死神仆从吧？这样也就是说，安德一个机灵，突然停住了自己思考的进度，他的心中猛然产生了自己深陷阴谋之中的感觉。枯骨复生术，难道是低等死神仆从才能掌握的技能？安德为自己这个大胆的猜测感到不寒而栗。死神海德里希在给予自己这技能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图谋不成？应该，或许，大概不会吧。如果真有所图谋，自己可是多次隐晦地辱骂过死神海德里希。按照传说中死神海德里希的脾气，自己早就该被人道毁灭180次了吧。再说，在骷髅法师仆从里，就有7、8个也会枯骨复生术不是？甩甩骨头脑袋，安德努力将这杞人忧天的念头甩出了魂火。带领着仆从队伍，安德满怀期待地赶赴最近一处骷髅法师神殿，期望这一次能够学到不错的法术，从而让接下来与海古熊的战斗能够略微轻松一些。然而，期望值越高，失望值自然也就越高。安德郁闷至极地走出了骷髅法师神殿，这一次的技能抽取，对于接下来的战斗没有产生任何有益的注意。瘟疫之刃，在肉搏兵器上附加瘟疫散播效果，被附着瘟疫之刃的兵器伤害后的生灵，根据体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虚弱。这技能从本身来说其实很不错，要是对上主位面的生灵，完全是能够让亡灵们的战斗效果翻倍的强力技能。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在亡灵位面打拼的安德来说，这技能就如同鸡肋一般，毫无用处。海熊谷地地形怪异，从上方俯瞰宛如葫芦，其葫芦口正对着汹涌的黑水冥河。这样的地形使安德擅长的挖坑战术无法施展，他只能调动仆从准备正面硬拼。不过，安德并未贸然冲进谷地，而是在葫芦谷口摆下阵势，利用古熊智商低的特点，逐一将他们引诱到谷口。2级的塞梅尔和幽灵麦哲伦是吸引海古熊的主力。塞梅尔的白骨长弓有效射程仅50来米，但最大射程超100米。他成功将一头脑门插满金属骨剑的海古熊引到谷口后，迅速穿过预留通道回到安德身边。此时，堵在葫芦口的亡灵仆从重新站位，封锁狭窄通道。高大的骷髅领主瑞德挥舞着狼牙棒站到最前排，他是安德仆从中唯一能顶住海古熊攻击的。海古熊的攻击简单实用且威力巨大，瑞德凭借坚实铠甲与其斗得旗鼓相当。安德在后方施展亡灵操控术，即便无法招降海古熊，也能扰乱其攻击。海古熊作为亡灵生物，能量有限，一番厮打后攻击力逐渐减弱。安德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装备整齐的骷髅枪兵替换下瑞德，配合骷髅法师的施法，用10余根3米多长的金属骨枪将海古熊定在原地，3头古獒也扑上去将其按在地上，这头海古熊最终被招降。时间一天天过去，安德在海熊谷地葫芦口已待了10几天，已有20多头海古熊归顺，被彻底毁灭的数量相同。他并未去招惹海古巨熊，每天只清理4头海古熊，预留一半精神力以防万一，因此每天狩猎结束后有小半天闲暇。闲暇时，安德带仆从到安全营地，然后前往主位面消遣，消耗蒂娜的精神力锻炼魔力。在主位面，他常泡在老克格伯的图书馆，蒂娜将书籍重新排序，方便他查找。安德曾随手画的亡灵图腾图像被老克格伯看到，老头如获至宝，回实验室日夜试验，导致实验室不时发生小爆炸。今天，安德拿着苏霍伊公国地图研究汉沙侯爵战况，凭借玩战略模拟游戏的经验，他认为汉沙侯爵采用自己的方法攻破克洛斯诺达尔行省首府麦科普的可能性很大。就在这时，一声剧烈爆炸声响起，安德的座椅裂开，他坐到地上，下巴磕到桌子，差点咬碎牙齿。他先查看蒂娜，确认她没事，又到窗口查看，发现黑烟从老克格伯的实验室飘出，老头头发呈朝天扫把状，满脸漆黑的跑出来，安德哭笑不得。好汉难敌群狼，安德将海熊谷地的海古熊逐一清除后，把目标转向剩下的海古巨熊。为招安第一头海古巨熊，他付出了惨重代价，骷髅领主身躯破碎，黑骑士脱离骨骼变形，5个骷髅枪兵化为骨头渣，还有一头海古熊被拍得颅骨4分5裂。不过这一切都有了回报，这头战斗力惊人的海古巨熊加入了他的仆从序列。安德没有被海古巨熊抗拒的灵魂影响，以折损10几个骷髅枪兵的代价，成功降服了所有海古巨熊。在此期间，安德顾不上主位面，每降服一头，就忙着在其背上凝聚骨质氨坚，
将仆从变成亡灵巨熊枪骑兵、法师、弓手等。除黑骑士达克宁依旧抗拒外，其他仆从都顺从了。安德骑在最壮硕的骸骨巨熊上，不断诱惑达克宁转职。达克宁虽有所犹豫，但因放不下面子，仍坚持黑骑士只认同骸骨战马，扭头继续行军。骸骨巨熊行军速度不快，从骸熊谷地返回骷髅墓园需要不少时间。骑在骸骨巨熊上视野开阔的安德，在诱惑完达克宁后陷入思考。骷髅墓园附近除了惹不起的冥湖水怪和枯萎森林的幽灵，其他地方已被清理干净。为提升实力，他有2个选择：渡河北上，浴血高原刚经历光明风暴，可能亡灵强者不多；渡河南下，绕过枯萎森林探索阴影湿地，还可伺机盗取君王尸骨。但2处都有危险，这让他有些踌躇。突然，安德让骸骨巨熊停下，他敏锐地感觉到骷髅墓园已被其他亡灵领主占据。主位面金碧辉煌的玛雅城鲁格大公行宫内，鲁格13世大公看着几张字迹潦草的纸张，奥金子爵大气都不敢出的站在一旁。大公询问纸张来源，奥金子爵称是女儿特蕾莎看望克格勃大师孙女时无意间得到的。草拟计划的人叫安德，是克格勃大师孙女的神秘导师。大公提及安德懂亡灵图腾法术，奥金子爵忙不迭点头。大公表示，只要奥金家族保守秘密，奥金子爵可将姓名变成塔拉夏·冯·奥金，这意味着奥金家族将获得高等贵族资格和封地。奥金子爵激动万分，表白忠心。大公让他退下，随后命令科查金派人将纸张送到汉莎手里，并调查安德。科查金领命。骷髅墓园本已修缮好的木石混合围墙多处坍塌，几名铁甲怒马的亡灵骑士在墓园中肆意游走，他们刀光闪动，卑微的低阶骷髅成片倒下，脆弱身躯还未完全倒地，就被骸骨战马踢飞，破碎残骨四散，骷髅魂火随风飞散。然而，没有一个亡灵骑士俯身检视魂火，只是无意识地在墓园游荡，清除视线内的骷髅。普通亡灵杀戮是为吞噬魂火，安德推测这些亡灵骑士是亡灵仆从，在替主人清理环境。安德大致数了亡灵骑士数量后，果断放弃夺回亡灵位面的打算，带着达克宁与麦哲伦离开。不久后，披着破烂披风的高阶亡灵法师骷髅法师大领主科尔德隆走出了安德曾住的石屋，回到隐藏仆从的临时营地。安德经过一番踌躇，决定北上。冥湖水怪给他留下阴影，他更愿面对可见的危险，且上次光明风暴隐秘重重，他想探查一番，猜测可能与陨落的神火有关。他跳上骸骨巨熊，豪气干云地发布渡河北上的命令，将枯萎森林暂时抛在脑后。几乎同时，哀嚎女妖加伯利摆脱枯萎森林的束缚，也向北方飘去。路过僵尸洞穴坍塌形成的月牙湾，安德停下迁徙脚步。这里积水湖浅水清澈，略深之处幽蓝，湖底密布尸骸。安德震惊于清泉的存在，回忆起前段时间这里就比冥河水清，推测是僵尸洞穴深处吸收光明神力的洞壁，其残留的光明魔力被水浸泡后缓慢释放，净化了整个月牙湾水域。天边猩红双月爬上天际，安德吩咐亡灵仆从休息捕猎。上弦的双月在清澈月牙湾中映出2轮红月牙，十分好看。安德赞叹2月映泉，亡灵仆从看到湖中倒影，好奇兴奋地去抓，搅得湖水波光粼粼。安德呼唤蒂娜，蒂娜的灵魂虚影出现在月牙湾边，看到美丽夜景，蒂娜由衷赞叹，称没想到邪恶法则的亡灵位面也有美好之地。安德听后魂火闪动，若有所思。安德欣赏着水月共舞的月牙湾美景，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蒂娜说着话，忽然被睡意席卷。经历了几百个日夜的不眠不休，他像孩子般蜷缩起身体，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沉沉睡去。蒂娜乖巧地坐在他身旁，轻声哼着一首语调欢快的童谣。处于灵魂虚影状态，只穿着睡衣的小姑娘晃动着光洁的小脚丫，清甜的歌声在月牙湾四处飘荡。原本一脸迷茫地站在月牙湾边，看着水中倒影的塞梅尔·赫利，在听到蒂娜的歌声后转过了头。渐渐的，他的上下颌骨开合，好像在跟着唱歌。其他亡灵仆从也停下无意识的动作，静静聆听这首充满生机的歌。3只古獒悄悄爬到安德和小姑娘身边卧下，把大脑袋枕在前腿骨上，而安德已进入了久违的梦境。在梦中，他以旁观者的姿态，清晰地回顾了自己在亡灵世界的每一个日夜，从初入亡灵世界，目睹塞梅尔与巨斧骷髅的战斗，到收服骷髅领主瑞德，占据骷髅墓园，再到停留在这月色迷人的月牙湾。每一次成功后的喜悦，每一次失误后的恼怒，他都再次真切地体会到。不过，旁观的他无喜无悲，只是冷冷俯视着这一切的发生。突然，一阵古怪的迷茫感涌上心头，梦境画面变得支离破碎，鲜红的血液如瀑布般从天空坠落，瞬间染红了清澈的月牙湾。一个飘渺的声音传来：“安德，你后悔吗？”
安德放声大笑说：“我安德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后悔。你凭什么让我后悔？”声音又问：“那你一直努力的目的是什么？”安德嗤之以鼻说：“我拼搏是为了让所有我认同的存在，包括我自己，都能好好活着。”声音表示神灵也有陨落之时。安德不耐烦道：“好好享受活着的每一天就够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我只要活着，就不让任何人践踏我认同之人活着的权利，哪怕是神邸也不行。”声音嘲笑他在神邸眼中卑微如蝼蚁。安德反问：“这又如何？”声音透露出一些他本没资格知道的事。安德感觉事情不对，质问对方身份和意图。声音称自己是谁不重要，既然他已挣脱心灵枷锁，对话到此为止。声音渐弱。就在安德想骂几句时，梦境中血红的月牙湾沸腾，两只巨大的赤红羽翼伸出水面并展开，一名浑身赤裸的赤翼天使浮出水面。安德觉得这天使十分熟悉，顾不上欣赏其傲人身材，专注于看清他的面容。烟雾中浮现出蒂娜、特蕾莎、前女友的面容并融合，最后烟雾散去，天使面容精致，睁开双眼，安德沉醉其中。天使轻启朱唇，用酷似塞梅尔的声音唱起歌，随后化作一片片绯红色花瓣，飘落在月牙湖面上。大陆新历3333年10月中旬，汉沙侯爵展开行动，搜捕麦科普城外所有苏霍伊贵族，共捕获不同爵位的贵族236人，还有贵族管家、家奴等600有余。随后，他掘开顿河堤坝，引水倒灌麦科普城，致使麦科普城100余米长的一段城墙炮塌。接着，在猩红双月西沉之际，安德在一处赤红色石柱林立的怪石林地边缘停下北上的脚步。略作休整后，他指挥亡灵仆从清理这片感知不到亡灵领主存在的石林。这片石林中游荡的尽是浑身缠着白色绷带的木乃伊型亡灵。看到部分木乃伊松弛飘荡的裹尸绷带，安德联想到那个杀千刀的吸血鬼领主，顿时火冒三丈，一心想要屠灭这些木乃伊。他心有余悸，担心再出现类似枯萎森林时遇到的状况，便围着怪石林边缘左右平移，花费半个多小时，确定那3个攻城的亡灵领主没有追来，周围也无异常。安德不贸然进入怪石林，采用惯用的勾引战术，让塞梅尔射一件木乃伊，将其引出。黑骑士达克宁纵马侧撞，接着其他亡灵骑兵一拥而上，进行践踏。木乃伊虽攻击力较强，能喷出腐蚀骨骼的青灰色毒液，但行动并不比僵尸快多少。面对装备白骨铠甲的仆从队伍，他们只能自认倒霉。安德的攻击方式效果显著，很快，骷髅法师们都获得魂火团以恢复枯竭的精神力。安德优先为他们补充魂火，因为在白骨城堡第一波狮狼攻城时，这些骷髅法师团灭了几百头狮狼。他们大多会枯骨复生术，能提供一定的战场医疗支援，但肉搏能力极为脆弱。安德一直致力于强化他们的生存力，如铺设金属骨线，装备白骨铠甲，变成骸骨巨熊法师等。指挥猎杀时，安德突发奇想，鉴于用火焰龙牙冰骨骼打造的新身体远超原本，他思索能否为骷髅法师重新构筑骨骼。即便找不到火焰龙牙冰那样的好骨头，找些稍差但利于施法的带魔力骨头也行。他猜测不同魔法属性的骨头或许能让骷髅法师的攻击法术有新效果，想象着带领几百个领主级重甲骷髅法师骑士杀回白骨城堡，以绝对数量优势用魔法攻击轰杀敌人。他陷入了自我安慰之中。真可惜，蒂金赫科鲁的话打断了安德的神游。原来木乃伊的腐骨尸液添加其他亡灵材料可制成腐蚀性爆炸物。安德明白蒂金的意图，让达伽马把魂火团给了他。看到仆从都补充过魂火，时间也差不多该去煮位面了，安德停止捕猎，让拆木乃伊的裹尸绷带作为附魔材料。蒂金的话让安德对亡灵系炼金术师产生兴趣，一番询问后，得知他们是附魔师的劣化分支，能利用亡灵材料制造物品，但数量稀少。安德决定自己尝试，可收集腐骨尸液时，装尸液的骨瓶很快被腐蚀。他打算抓个亡灵炼金术师解决难题。之后，他让麦哲伦处理了木乃伊，翻身上骸骨巨熊，前往临时宿营地，想着主位面基洛夫镇的事，打算找管家德利克询问炼金术师情况，并找相关书籍。主位面形势不错，安德从小蒂娜那里获知了几个好消息。阿拉尔山口要塞传来捷报，汉沙侯爵不顾危险，亲赴前线，成功抵御住了苏霍伊人的猛烈攻城，守住了要塞。在这寒冷的冬季，士气低落的苏霍伊人几乎没有可能再将要塞攻破。听到这个消息，安德心中五味杂陈，同样是守城，结果却是如此不同，真是令人感慨。另外，剩余的3支苏霍伊兽人渗透部队一直被分封在明斯克的俾斯麦男爵成功伏击，那队兽人狼骑兵全军覆没，一个活口都没留下。第2支纯半兽人组成的渗透部队运气更差，
他们与一支绕路北上的克虏伯重步兵部队狭路相逢，一战下来，只有寥寥几支逃脱。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支兽人渗透部队下落不明，这使得基洛夫镇所面临的威胁大大降低。还有一个好消息，鲁格13世派遣特使给安德送来了嘉奖状，500金币赏金以及12匹高大的纯种黑夜马。这是对安德消灭萨尔那队渗透部队，并成功抓捕那个有问必答的苏霍伊带队刺客的奖励。安德想起那个叫谢尔盖·伊万诺夫的盗贼，虽然他已被送往阿拉尔山口要塞交给汉沙侯爵，但安德还是好奇。谢尔盖被抓后一心求死，本应是不会透露情报的人，可仅经过德利克一晚的刑讯，他就精神崩溃，有问必答了。安德记得谢尔盖身上并无伤口，问德利克，他却微笑不语，这让安德忍不住往不好的方向联想，他赶紧停住思绪。之后，安德将心思转到了那500金币上，打算把能盖的铁矿井、铁匠铺、酿酒作坊、小酒馆等都建起来，这还不包括城堡翻修工程。有德利克这位优秀的管家，预算精确到每1/4枚铜币，安德想多花1分钱都没机会。核算预算时，安德也明确了任务分派。他和小蒂娜商量好大方向，分出轻重缓急，还嘱咐小蒂娜留意众人中谁是名贵花草，谁是房主的荆棘，随后便一头扎进密室啃书。原来，安德之前向德利克询问过炼金术士的问题，德利克告诉他，暗影术士可看作是炼金术士的一种，隐修会的暗影术士专精炼制让敌人痛苦的药剂。安德一拍脑门，想起自己按环山圣约施展暗影法术时确实要配合药剂。为从德利克那里搞到暗影炼金术的书籍，安德装起了神棍。他双眼变成血色十字瞳，垂下脸庞，双手翻掌向上平举，配合着法师袍，还真像环山教派大神棍。德利克看到他的十字瞳后，兴奋的语无伦次，跪倒在地表示愿意效劳。安德感叹偶像崇拜的影响，同时心中打起了给德利克洗脑的主意。德利克要去取书，安德赶忙按照蒂金赫克鲁描述的样子调整面容。他施展亡灵领主威慑技能，让自己看起来气势十足。德利克感受到威慑，转身看到大变样的安德后十分迷惑。安德冒充莫苏尔附体，蛊惑德利克追随自己的继承人安德。说完这些，安德学着地精的样子仰天倒下，摔得难受也不敢出声。一切付出皆值得。安德冒充圣贤附体弄出伪圣言后，原本就勤恳的管家德利克像嗑了过量的药，焕发出令人恐惧的激情与活力。安德借口被圣贤附体抽取精神力，导致身体极度虚弱，翘着二郎腿躲在密室看书。即便如此，他仍能听见德利克略显尖细的嗓音在城堡各处回荡。德利克对安德先知想做的事都以最高标准完成，建城堡外的公共厕所会亲自监督，怕半兽人的建筑工艺偏离设计要求。找安德先知想要的物品也十分拼命，无论是炼金术材料还是正统炼金术师书籍，他都绞尽脑汁要满足需求。安德揉着摔倒后还隐隐作痛的后脑勺，淫荡的嘿嘿笑，口是心非的低语赞美莫苏尔圣贤。有圣人提出君子慎独，但安德是眼里只有好处的非君子，本性难移。他暂时忘却在亡灵位面失去家园，开始钻研暗影炼金术。可他发现这并非易事，这暗影炼金术若对应到地球，相当于化学家的工作，可此世界没有化学元素周期表，他又只是文科生，对化学元素特性只记得名称，根本不懂。暗影炼金术大全里药剂配置材料十分恶心，小到腐臭蟑螂的翅膀，大到巨龙的粪便，甚至有些原料还得配置者塞嘴里咀嚼。安德看得一脑袋黑线，大骂编写手册的人是丧尽天良的禽兽，最终自叹不如败下阵来。他本可找德利克帮忙，但之前玩圣贤附体说得到暗影炼金术启示，为不露出马脚，不仅不能找德利克，还得鼓捣出新的暗影炼金术来圆谎，这让他进退两难。时间不早，小蒂娜在前，德利克端着放食物的银质餐盘在后走进密室。德利克放下餐盘，狂热地看了坐姿端正、装作钻研暗影炼金术大全的安德一眼，便悄悄退出。小蒂娜问安德跟德利克说了什么，说他变得奇怪。安德让小蒂娜猜，猜对有奖。小蒂娜因上次奖品是白开水一事气不打一处来，安德则插科打诨，用蒂娜修习亡灵巫师魔法的事转移话题，却被识破。小蒂娜不依不饶，大有不说清就不让安德做其他事的架势。安德耍赖不告诉奖励。就在这时，安德收到哀嚎女妖加伯利从亡灵位面传来有敌人的意识流。安德一个机灵起身，搞不明白临时宿营地周围没亡灵领主，敌人从何而来。事态紧急，他让小蒂娜处理晚餐，要回亡灵位面。小蒂娜乖巧点头，用亡灵反召唤法术将他送回。安德一到亡灵世界，就给加伯利传递意识，想尽快了解发生了什么。从安德选定的临时宿营地所处的山崖往下俯视，满山遍野都是僵尸、虎人、狮狼，还有几十个黑焰尾蝠吸血鬼。这支庞大队伍摧毁沿途挡路的亡灵生物，
正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直奔山崖而来。几乎在安德往下看的同时，吸血鬼领主抬头看向他的藏身处，眼神冰冷。安德冲着对方比出2根中指，他清楚这些僵尸生物是冲着自己来的，心中郁闷，猜测这仨僵尸领主懂得斩草除根。干尸地精心怀恐惧，哆嗦着请求安德赶紧离开，还不忘拍马屁。黑骑士达克宁抽出火焰战刀，请求出战，要将敌人头颅献给安德，但其实他没什么把握。利爪骷髅达伽马则建议回白骨城堡。骷髅领主瑞德挥舞着狼牙棒，激昂好战，他的情绪感染了所有骷髅形态的亡灵。安德将这种情况理解为战争光环效果，不过在亡灵位面，这效果可能是增益，也可能拖后腿，全看领主情绪。安德让所有亡灵回坐骑，转战他方，还说要让这3个蠢货好看。说完，他率先爬上骸骨巨熊，熟练地穿戴好龙牙盔甲，看到骨卵后拿起来掂了掂又放回去，心里疑惑他何时能孵化。随后他一马当先冲下山坡，带领亡灵仆从贴着怪石林边缘，准备绕道返回白骨城堡。途中他们遭遇一个肥硕的缝合尸魔，黑骑士斩断其右腿，骷髅领主瑞德绕到背后，用迅猛重击砸向其左腿。安德用附带着火焰魔力的白骨牢笼技能束缚住他，几10个骷髅法师也协助束缚。缝合尸魔身体重心不稳倒地，还想爬起来，安德哪会给他机会？3只骨鳌扑上去，将其脖子处的腐烂女尸撕扯成残肉，啃断颈椎，让脑袋与身体分离。利爪骷髅达伽马壮着胆子上去掏魂火，沾了一身恶心的黄色尸液。安德吩咐将魂火给黑骑士。此时距离在怪石林边突破3个僵尸领主差点形成的包围圈已过去10几天。在这期间，安德第3次占据白骨城堡又失去统治权，他越过城堡向西，朝西北方向飘忽游荡。一路上他小心避开领主级亡灵，将普通亡灵变成补给品，还调整了魂火分配方式，重点照顾几个有希望成为领主的主要仆从。就在安德给骷髅领主等恢复战斗受损的骨骼时，麦哲伦传来消息，说3个僵尸领主又追上来了。安德郁闷不已，自己带着机动性好的亡灵骑兵却甩不掉行动缓慢的僵尸大军，觉得对方像在作弊。他猜测此事可能不是死神指使，因为死神让他去主位面找七君王苦难狩猎，派人攻打警告一下即可，指使追杀对死神没好处，所以可能另有其人作祟，但他想不出是谁。尽管对纠缠不休的3个僵尸领主恨得牙根发痒，安德仍避其锋芒，选择南下继续流窜。他被逼急，生出冒险回枯骨平原去枯萎森林的念头，想用那里君王尸骨为仆从重铸身体骨架，做拔苗助长式的进化改造。10几天里，安德极少在主位面露面，以炼金属研究为托词，每天仅录1小会儿。幸有一心为安德先知做事，只求跻身环山圣徒之位的管家，以及隐约明白安德叔叔有难题而乖巧帮忙的小蒂娜，领地事务才未乱成一团。领地基础建设除坍塌铁矿待清理外，基本进入收尾阶段。酿酒作坊的第1锅小麦酒发酵完毕，进入蒸馏阶段。为保秘密，安德把作坊建在领主城堡内城，可煮酒时浓郁酒香被寒风吹起，弥漫城堡，还传到了山下镇子。镇民们馋虫被勾起，未得知领主在熬什么，纷纷表示愿干脏活累活，甚至贿赂守卫进入城堡。但守卫城堡内城的佣兵和夜甲骑士怎会透露秘密？还有神出鬼没的管家盯着，消息越传越远，连阿拉尔山口要塞的年轻汉沙侯爵都有所耳闻。玛雅城大公是否知晓就不得而知了，众人都期待安德揭开秘密。基洛夫镇还有一处吸引人的是安德亲自设计，建在镇子偏西荒地的木质建筑。门前广场有13个错落有致的黑色石质3层方台，四周有雕刻花卉的可拆卸白色石护栏。建好后未放石像或其他装饰品，镇长老罗宾汉也猜不透。安德曾对管家说，这些石台终会换成黑曜石基座，刻上13位环山圣徒白玉石像供人敬仰。管家听后激动不已，发誓以最高规格完成建设。其实安德本意只是为新酒吧配个小广场。如今酒馆大体轮廓建成，只差内部装修等，管家已派人请懂艺术的特蕾莎协助。矮人扎卡里的铁匠铺子开张，处于自产自销阶段。矮人指点学徒打造兵器甲胄，装备给新招募的领主卫队。这些招募自领地内因兵或缺粮的农夫，为养活家人加入卫队，没想到不仅得到领主承诺的口粮，还每人有一身精致铁甲和锋利兵器，对安德感恩戴德。安德只是不想让矮人闲太久而吩咐管家如此，对打造的装备并不在意，他另有盈利打算。安德听取小蒂娜的领地建设报告后，又返回亡灵位面。他对3个僵尸领主火大，打算狠狠挫挫他们的气焰。回到位面，他看到骷髅领主瑞德驱使亡灵仆从挖掘陷坑，黑骑士达克宁也在帮忙。视察后他很满意，挨个表扬仆从。接着他用枯骨复生术凝聚70-80根白骨刺桩，让黑骑士扎在陷阱坑底，
咬牙切齿的要对付那3个家伙。在躲得远远的安德注视下，3个僵尸领主统领僵尸仆从大军气势汹汹追杀而来。在安德事先小心掩盖好的大坑处，僵尸大军前仆后继的人仰马翻。跑在最前面的起码好几百号狮狼掉进坑中，被深坑中的白骨刺桩扎成串，又被后面的狮狼、僵尸虎人踩踏得结结实实。部分被踩踏头颅破裂的狮狼，其魂火碎片在猩红双月照映下的夜空中如萤火虫般消散。那个带队追杀了安德10几20天的吸血鬼领主到了爆发边缘，仰天尖啸后，挥舞10根尖利爪子肆意切割靠近的僵尸虎人。安德见识到中高等亡灵生物吸血鬼的强悍攻击力，在其威慑范围内，僵尸虎人无人敢反抗。吸血鬼领主指甲轻轻划过，僵尸虎人便被切割成零碎尸块，坚固的头颅也四分五裂，碎骨、脑浆和魂火碎片四处飞溅。一个穿短黑燕尾服的低阶吸血鬼进入攻击范围，变成黑色大蝙蝠逃命，被吸血鬼领主用暴掌如藤蔓般的指甲拽回地面。吸血鬼领主拧住其头发，用尖长獠牙咬向脖颈吸血，后又抓出其魂火吞下，冲着远处观望的安德低沉暴躁的咆哮。安德疑惑吸血鬼领主的焦虑，猜测是死神规定了追杀时限，心中反倒希望如此。安德见吸血鬼领主渐渐平静，准备跑路，吩咐黑骑士达克宁后，却听到一阵剧烈轰隆声，发现自己让亡灵仆从藏身之处冒起浓烟。爆炸产生的是极其混乱的元素之风暴冲击力，断绝了他与仆从们的精神联系，无论他如何呼唤，都无仆从回应。安德心急如焚，驱使骸骨巨熊以最快速度赶到隐藏仆从的小山谷。山谷被爆炸烟尘笼罩，烟尘中似有亡灵在跑动，安德又惊又喜。此时，一道强大君王意志自北方而来，在山谷盘旋后退回。一路上安静的黑骑士达克宁突然表示愿为安德付出全部忠诚，率先冲进烟雾弥漫的山谷。安德莫名其妙，嘀咕自己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不久，达克宁从山谷出来，告知安德仆从都没事，但有个奇怪家伙需他去看。安德在山谷最深处见到了这个奇怪的尸巫，尸巫穿着破破烂烂的尸巫长袍和法杖，浑身被炸得千疮百孔。他对被一群不怀好意的亡灵围住毫无攻击或逃跑意识，像个无助孩子坐在地上，张着被炸得没剩几颗好牙的大嘴，一边叫喊一边嚎啕大哭，喊着自己所有的炼金术材料和希望都没了，还爆出自己叫卡兰达修物。安德听出味来，觉得这尸巫脑袋可能被爆炸震坏了。伟大的安德主人归来，胆气壮起来的地精赫克鲁健步窜到安德身边，哭哭啼啼的告状。他说那个神经错乱的亡灵炼金术士把巢穴藏在山谷石壁中也就罢了，还趁着他们在外面休息时搞出剧烈的炼金术爆炸。当时他正骑在坐骑上与加伯利说话，结果嘴里现在还全是泥。说完，地精把嘴巴一张向安德展示。安德瞅着他满嘴泥乐了，笑骂着让地精赶紧把泥抠出来，特别是大板牙中间卡的骨头，还安抚地精称会处理恶意爆炸事件，虽不会给他魂火，但以后少不了好处。地精喜滋滋的跑一边处理牙口去了。安德让普通仆从散开，带着几个主要仆从靠近那个坐在地上疯疯癫癫的亡灵炼金术师卡兰达修物。因担心卡兰身上还有爆炸药剂，安德先派没有实体、难被攻击且能使用女妖哀嚎混乱敌人后脱身的加伯利上去探虚实，自己和身边仆从也都准备好了拿手的攻击技能。待加伯利检查完确认卡兰身上无爆炸物后，一直坐在地上干嚎的卡兰才茫然发问：你们是谁？你们想做什么？安德为测试他是真傻还是装傻，胡编说他们是亡灵白十字救死扶伤会的流动巡诊队。卡兰毫不犹豫地吐出放屁二字，揭穿了安德的谎言。他还条理清晰地指出，宗教要有标志，崇拜的神灵偶像、旗帜、宗教服装等，而安德等人一样都没有，还叫嚷着要把安德送上火刑柱。可说完后，他又突然陷入茫然，苦恼地扯起头发，这让安德重新把对他的评价调回傻根儿水平。为忽悠卡兰，安德顺着他的思路，用枯骨复生术轻松凝聚出白骨十字架展示给他，还装出娴熟的神棍姿态，讲述关于死神要成立救死扶伤队伍的缘由，讲完还煞有介事的虚划十字。地精听后忍受不住干呕，解释是嘴里泥巴没涂干净。卡兰满心欢喜地询问安德是否真是该会的人，安德自称会长，还称是因感应到卡兰身受重伤而来治疗他的。卡兰称自己配置自创药剂时爆炸，损伤了躯体，央求安德治疗。安德危言耸听，说不配合治疗会在3个昼夜内失去身体控制力。卡兰表示一定配合并询问方法。安德提出让卡兰交出一点魂火碎片保管，称这样能保证其灵魂不灭。黑骑士达克宁听后也忍不住发出声音，称骑马太久晕了。安德继续诱惑卡兰，说他有成为亡灵牧师的潜质，让他交出魂火碎片，治好后一起拯救其他亡灵。卡兰听后晕头晕脑地表示愿意放弃对亡灵炼金术的研究，
成为亡灵牧师，心甘情愿地跳进了安德设下的陷阱。安德成功诱拐食物炼金术师卡兰达修悟成为亡灵仆从，但这并未改变他被追杀的事实。如今，他要照顾浑身缠满木乃伊果实纱布的卡兰，这些果实布是之前在北边怪石林杀戮木乃伊后剥下的战利品。一般情况下，没有充足炼金术材料的亡灵炼金术师基本失去自保能力，不过卡兰是个例外，他还能使用攻击型亡灵法术瓦解射线，只是其射程和强度都如同小孩撒尿一般。安德一路翻山越岭，历经杀戮与逃窜，终于踏上熟悉的枯骨平原。他扭头看到被木乃伊磨蚀的卡兰紧紧搂住，咧着大嘴欲哭无泪的地精赫科鲁，想起之前赫科鲁在他面前呕吐坏了他的好事，不禁在肚子里偷笑。卡兰因满脸缠着裹尸布，说话含糊不清，发觉安德看向自己，便赶忙询问这是到了什么地方，需要拯救的无辜亡灵在哪里。此前，安德因扛不住卡兰圣贤前圣贤后的称呼，让其改称教主，这只是他一时兴起，觉得自己在异世界有了神棍姿态，自嘲般想做个信徒无数的神棍教主。安德指着后面追来的3个亡灵僵尸系领主，装神弄鬼地对卡兰说，这些僵尸严重阻挠了他的弱势亡灵拯救计划，他又不想因这点小事向死神求助，毕竟死神事务繁多。说完，他心虚地瞅了瞅天空，生怕死神降下天罚。等了一会儿，没见有惩罚的迹象，他便放下心来继续忽悠卡兰。卡兰对安德的说法深以为然，用深恶痛绝的语气诅咒那些毒神者，激动之下双手箍的赫科鲁翻白眼，差点挂掉。随后，卡兰为自己没材料制作药剂帮不上忙而向安德道歉。安德安慰他，称这可能是死神为考验他们而设置的困难。安德试图给卡兰洗脑，说为了救死扶伤的大事业，必须先消灭邪恶的亡灵领主来增强实力。他不敢毫无理由地杀戮低阶亡灵，怕卡兰口服心不服，毕竟还指望卡兰为他研究亡灵炼金术药剂。之前卡兰的大爆炸让他很心动。卡兰认可安德的话，还说最弱的就是赫科鲁。赫科鲁大怒，跳着脚要与卡兰拼命，却又被卡兰箍住。聊到牧师职业时，卡兰陷入思维混乱。安德怕追问过多让卡兰彻底混乱，便说他与牧师职业有缘分，别想太多。卡兰竟若有所悟。这时，安德发现吸血鬼领主一伙又追近了，只能停止忽悠，赶紧跑路。他抱怨这些家伙越追越快，连猎杀其他亡灵补充都没时间了。又经过10余日的艰苦跋涉，安德带领亡灵仆从在月牙湾边停下。记忆中清澈的月牙湾竟变成了幽深的僵尸洞窟，这让他震惊不已。他很想进去探个究竟，但考虑到正被追杀，若被堵在里面就麻烦了。于是他咬牙下令绕过这里，继续朝南走，渡河。现在还不是探洞的时候。安德渡过熟悉的黑水冥河，远远观望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骷髅墓园。强大的骷髅法师领主科尔德隆仍霸占着这里。短短时间，由骷髅领主瑞德建设的110根高大墓碑石柱已几乎坍塌殆尽。透过乱石堆，安德看到空荡荡的墓园内只有一小群黑骑士漫无目的的游荡，科尔德隆不见踪影。他没有惊动对方，绕过墓园后再次渡河南下。不久，枯萎森林出现在安德的视线中，几头骸骨战象静静趴在森林外，而他之前用来偷黑翼骷髅攻守君王尸体的地道已塌成一道深深的沟壕。此情此景让安德感慨物是人非。鉴于森林里恐怖的幽灵与女妖，他派出来自枯萎森林的哀嚎女妖加伯利进去探情况。加伯利进入森林后发现，原本密集的哀嚎女妖消失的一个不剩，安德最担心的哀嚎女妖领主也早已不见。森林正中原本小山般的君王谷山，如今只剩一小堆惨白骨屑。就在加伯利以为森林里没有亡灵时，却发现君王骨屑堆另一侧有个1.6米上下，左眼窝里插着根白骨剑的矮个子骷髅，正一手一把白骨长剑对着骨头堆疯狂乱砍。凑近一看，他砍的是个骷髅弓箭手，对方除了半拉骨头脑袋和扔在远处的一把白骨短弓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已变成细碎的骨头渣。加伯利感受到这个自称骷髅游侠纳格斯的家伙魂火不正常，便悄悄绕到他身后，发出一声尖利的女妖哀嚎。纳格斯中招后身体晃了晃，摔倒进君王骨屑堆中。加伯利告知安德森林安全。安德看到那堆君王骨屑，不敢相信自己的胆汁。他回忆起当初在君王谷山掏到卡什尼科夫笔记时，就发现骨骼风化严重，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变成这样。他怀疑死神让他弄的骨架藏有大秘密，觉得自己中计了，可面对高高在上的死神也无可奈何。安德问加伯利骷髅兵的情况，得知是经历亡灵狂乱，记起名字的亡灵，认为这是好事，打算将其变成仆从。他拽出枯骨法杖，施展亡灵操控术，第13次施法时成功引来契约死神，为昏迷的纳格斯与自己签订了亡灵主仆契约。失巫炼金术士卡兰拥护安德的行为，打算引导纳格斯皈依教会。安德摇不醒纳格斯，让骷髅领主瑞德将其托起丢到骸骨巨熊背上。
他一边指挥亡灵仆从收集君王骨屑，装进骸骨巨熊肚子里，一边琢磨着枯萎森林的诸多疑问，如君王骨山的出现为何藏有笔记，哀嚎女妖守护的原因，没被其他亡灵君王发现的原因，死神让他偷遗骸的目的，君王骨山快速消融以及幽灵生物消失的原因等。小地精请求安德制造装东西的白骨容器，称用骷髅头盖骨装太浪费时间，骸骨战象肚子快装满了。安德表示先封闭一头骸骨巨熊的腹腔，再制作骨桶。那满满一坑君王骨屑，用了3头骸骨巨熊的封闭腹腔才装下。安德估算，这些骨屑大约能重新构造出10几个伪骷髅君王级别的骨架，可为同等数量的亡灵仆从完成身体骨骼的进化改造。而且，将君王骨屑磨碎筛选出的君王骨尘，是很多亡灵图腾法术的重要材料，虽当下凑不齐适用该法术的其他材料，但最好预留一些。若把君王骨骼全构筑成骨架给仆从装备，装上容易拆下难，还得考虑仆从想法。战斗损耗后用普通骨骼修补，会减弱君王骨架效果。再者，君王骨山上近战，法师型亡灵君王都有，骨骼构造有别，近战的磁石耐击打，法师的利于魔力传导，如今混在一起，效果会大打折扣。并且，君王位阶不同，位阶越高骨骼越好，像黑骑士、骷髅领主瑞德等，骨骼强度各有差异。安德还打算找机会卸尸乌卡兰的胳膊腿，试试其骨骼构造和强度。安德回头看到僵尸追杀军团，又发现仆从骑兵队伍队形有些散，便朝每个仆从的魂火吼叫，用魂火控制几头跑出队伍快到明湖岸边的骸骨巨熊归队。尸乌卡兰询问为何不能靠近明湖，安德称天机不可泄露，等会儿就知道。尸乌继续向骷髅游侠纳格斯讲新编亡灵白十字救死扶伤会教义，纳格斯不堪其扰，魂火乱颤后昏迷，尸乌仍不停宣讲。黑骑士加速拉开与尸乌的距离，安德则忙着算计尾行的吸血鬼领主一伙，计划祸水东引，坐山观虎斗。安德带领仆从队伍在明湖对岸停下，与追杀的狮狼、僵尸虎人、吸血鬼组成的联合围剿大军隔湖相望。吸血鬼领主大喜，指挥大军分2路想包围并干掉安德。安德指挥除昏迷的纳格斯和传教的卡兰外的亡灵仆从，集体向湖对岸的蝙蝠领主竖起中指。吸血鬼领主化作白色大蝙蝠飞向安德，低阶吸血鬼化作一群纯黑吸血蝙蝠追随，这让安德措手不及，急忙催促仆从准备厮杀。就在他打算鱼死网破时，明湖8爪水怪出现，7、8条半腐烂、满是吸盘的触手从湖中探出，瞬间缠住包括吸血鬼领主在内的7、8个吸血蝙蝠，并拖入水下。水怪露出腐烂严重的脑袋，用触手抓住几个吸血鬼塞进菊花状大嘴，只听一阵响动，吸血鬼化作惨尸断臂被吞下。吸血鬼领主挣脱触手变回人形逃脱，但变回蝙蝠想逃到湖岸时，似乎忘记水怪触手不止一根，情况未知。趁着白毛臭蝙蝠被明湖水怪纠缠脱不开身，安德哪有不趁机开溜的道理，否则被狮狼与僵尸虎人包了饺子可就糟了。安德以往常化身亡灵位面保安队大队长围追堵截其他亡灵，如今却成了被追的游击队。好不容易调整骸骨熊准备跑路，安德抽空看了眼明湖，这一眼让他停了下来。只见吸血鬼领主与明湖水怪争斗得旗鼓相当，吸血鬼领主灵活躲避触手攻击，不断释放黑暗龙卷风。这次的黑暗龙卷风吸足明湖水后变成磅礴的暗黑水龙卷，平均直径2、3个人才能合抱。当暗黑水龙卷撞上明湖水怪的触手，巨响过后碎成漫天水雾，残尸断臂更加细碎坠落，明湖水怪身躯乱颤，几只触手碎裂脱落，污血四溅，怪吼连连。就在安德以为明湖水怪将不敌吸血鬼领主准备开溜时，明湖水怪发生异变，触手数量在10几秒内至少翻了10倍，7、80条半腐烂的猩红色巨型触手在半空胡乱飞舞。明湖水怪不仅攻击吸血鬼领主，还将60、70条触手延伸到湖岸，狮狼、僵尸虎人等要么被缠住拖入湖中，要么被砸进污泥难以爬出。双头狮狼领主和僵尸虎人领主也被迫停下追杀安德的步伐。双头狮狼领主用骨弹和猩黑血雾复合攻击弄断了明湖水怪一条触手，一节4、5米长的触手落在安德不远处。安德庆幸自己没与他们死磕，心想若被这技能击中就惨了。而僵尸虎人领主面对明湖水怪的触手却一筹莫展，很快被捆绑起来。安德带领仆从后撤，有了闲情品评明湖水怪战斗力，可惜没人懂他的话。他觉得这次或许能干掉这些讨厌鬼，看着湖岸两边狮狼与僵尸虎人渐少，认为自己快安全了。然而此时从山坡下传来意识流，骷髅大领主科尔德隆带着20、30名亡灵骑士半包围了安德一伙。安德吓得魂火乱颤，强装镇定询问来意，同时调动仆从准备防御和逃跑。科尔德隆称用暗黑圣言术与幽灵束缚叠加暂时束缚了麦哲伦和加伯利，到猩红双月升起他们就能恢复。安德明白科尔德隆不想消灭自己，但不知其意图，只能软下语气询问。
科尔德隆好奇安德如何积攒起亡灵军团势力，还将仆从整合成亡灵骑兵，并装备半金属白骨铠甲。安德刚回答了4个字，科尔德隆就凝聚并丢出2只手臂骨粗细的骨毛，骨毛带着尖啸向安德飞来。战斗在腐败腥臭的明湖岸边激烈展开，2只犀利骨毛从安德头顶呼啸飞过，刺穿一道暗黑水龙卷后，呈十字交叉状将悄然逼近的吸血鬼领主定住。彼时，吸血鬼领主已摆脱了明湖水怪的纠缠，处于蝙蝠状态的他，一对翅膀被十字钉死，瞬间失去了飞行能力。大片褐红色的粘稠血液从他翅膀上的4个血洞汩汩流出，滴落在地面。他勉力滑行几尺后，砰的一声重重跌落在湖岸边。跌落于地的吸血鬼领主使劲抖动翅膀，挣断了穿插进身体的骨毛，恢复人形。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初见时的风采，原本素净的白袍被扯得稀烂，上面沾满了与明湖水怪搏斗时沾染的恶心湖水、尸液，以及被骨毛刺中后流出的红褐色血液。头发东一坨西一撮耷拉着，小胡子也只剩下左边一撇。刚刚被这惊险一幕吓得不轻的安德，看着他的惨状有些心酸，但更希望他能与科尔德隆死掐，好掩护自己战略转移。吸血鬼领主化回人形后，视线在安德与科尔德隆之间犹豫片刻，竟真如安德所愿。他对着科尔德隆发出嘶哑而愤怒的吼叫，催出起码半米长的指甲，先搞出一个黑暗龙卷风直吹向科尔德隆，接着施展亡灵法术，浑身黑芒闪烁，身高暴涨近半。随后他如见了红布条的公牛般，从安德一伙左侧不远处直冲科尔德隆而去。安德见状，在意识中吩咐仆从趁乱逃跑。然而希望与现实总是有差距，当吸血鬼领主冲到距离科尔德隆不足10步远，暗黑龙卷风马上就要集体时，科尔德隆挥舞起手中的枯骨法杖。此时天地间的亡灵能量开始汇聚，他念诵着简短的咒语，一道血红色光芒刺破天空的死亡天幕，随着炸雷响起，一名身着黑袍、满是繁复血红色纹路的镰刀魔须像出现在科尔德隆面前。镰刀魔须像强大无比，轻轻挥动手中的血色镰刀，就将吸血鬼领主操控的暗黑龙卷风拦腰斩断。吸血鬼领主意识到事情严重，停下前冲的脚步，仰天咆哮，喷出一口淡金色的血液，勾动其勾勒成吸血蝙蝠形状的法阵。又喷出一口血后，法阵化作2只巨大的血色蝙蝠插于其背后，他扇动翅膀飞上天空。镰刀魔须像运起镰刀划了一刀，一道淡红色新月状刀气没入其体内，他在空中失控，身体炸裂破碎，大量鲜血洒下。吸血鬼领主跌落在地，镰刀魔须像消失。科尔德隆收起法杖，向安德传递意识，询问之前谈到哪儿。此时明湖水怪正用触手将只剩1只僵尸脑袋的双头狮狼领主送进嘴里，僵尸虎人领主已不见踪迹。安德明智地停下脚步，回答了科尔德隆的问题，并吩咐仆从安静。科尔德隆追问他情况，安德半真半假相告，希望用枯骨复生术制作铠甲一事引起科尔德隆好奇，来保住自己的魂火。科尔德隆指出他没说全实话，并让麾下骑士收刀。安德表示没说假话，反问科尔德隆想听什么真话。科尔德隆直接问他是否与主位面姓维兰德的人类签订暗黑互助契约。安德称契约主人姓维西，科尔德隆激动坚持认为是维兰德，称在骷髅墓园食物中感觉到了气息。安德猜测科尔德隆与蒂娜祖先有故事，自觉魂火能保住。2个多月前，我想尽办法成为亡灵领主，在主位面黑暗系大魔导师的协助下，与蒂娜解除同生契约，仅保留暗黑互助契约，随后护送他北上。将近1个月前，我们抵达基洛夫镇，我期望他能过上幸福生活。听完我山杰般的骷髅法师与小姑娘故事后，科尔德隆沉默许久，邀我听他的故事。1000多年前，在亡灵位面阴影山脉的一个不起眼山谷里，诞生了一个卑微无知的骷髅法师。这骷髅法师极为弱小，在漫无目的的游荡时，被古狼盯上并扑倒。此时，他明白了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死亡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在这危急时刻，他感受到一道来自其他位面的意识流，糊里糊涂的接受后便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干净明亮的房子，见到了一个满脸灿烂笑容的小男孩。小男孩每天召唤出骷髅法师，反复向他灌输各种难以理解的知识，还为他穿上衣服，指挥他走路、扑蝴蝶、看星星。渐渐的，原本笨笨的骷髅法师开始能听懂小男孩的话。小男孩给骷髅法师取名卡尔德隆，寓意不离不弃的友谊。后来，小男孩的父母去世，他成了流浪儿，被众人唾弃、殴打，还被押入凶险的斯坎德纳维亚山脉。在10几年的丛林生活中，小男孩成长为合格的亡灵巫师，变得冷血残酷。卡尔德隆则成为8级骷髅法师，还让2个强壮的兽人骷髅兵成为自己的仆从。小男孩自认羽翼丰满后潜回城内，
本想杀叔叔，看到叔叔护着的另一个少年后，心软离去。此后，他成为宝藏猎人，获得众多优秀女子的倾慕。一次冒险中，他遇到一个光明牧师笨姑娘，两人产生感情。小男孩重新变得开朗，甚至遗忘了原定要探查的凶险上古遗迹。然而，笨姑娘是光明教廷红衣枢机主教的私生女，且有了身孕。主教得知后震怒，下了诛杀令，对象包括笨姑娘。在无数次逃过白银之手骑士团的追杀后，躲在山村的小男孩给快到预产期的妻子做了一锅汤，喂她喝下。待妻子昏睡后，鬓角已爬上白霜的小男孩温柔地为她盖好被子，对卡尔德隆说不能与他不离不弃了。随后将卡尔德隆强制送回亡灵位面。卡尔德隆等了1000年，也没等到少年的召唤。这便是卡尔德隆对我讲述的全部故事。讲述完自己的故事后，科尔德隆定定看向安德的骸骨巨熊，轻声问他能否理解自己的心情。安德表示基本上能理解，他明白科尔德隆与少年之间的情谊，如同手足情深的兄弟，自己曾是活生生的人，完全能体会科尔德隆心中这种人类才有的感情。科尔德隆对安德的理解十分欢喜，毕竟在这充满杀戮的亡灵世界，遇到能理解自己思维的人难能可贵。于是他语气缓和地请求安德帮忙，称自己只是想去主位面看看，虽知再也见不到维兰德，但见见其子孙也能满足心愿，因为维兰德曾说人类会将子孙视为生命的延续。安德听后有些犯难，因为科尔德隆这个愿望实现起来并非易事。科尔德隆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笑着表示这并非困扰问题。接着他指着安德的骷髅法师仆从，称大部分魂火自己很熟悉，好像在骷髅法师神殿见过，还问他们是否跟随安德很久了。安德很意外，下意识回身介绍仆从队伍，指尖停留在利爪骷髅达伽马身上。说完他才惊觉着了科尔德隆的道，原来对方用了幽灵真言。科尔德隆从容回应，安德郁闷不已，觉得这就像阴沟里翻船，毕竟这法术自己常用来对付地精和科鲁。科尔德隆又说安德带着卑微孱弱的仆从逃窜，却不舍得舍弃他们的行为，在其他亡灵眼中很不可思议。安德称自己一向老实忠厚善良，还提到蒂娜主修辅助系亡灵巫师，按位面规则只能有1名亡灵仆从，所以科尔德隆去主位面有难度，除非……科尔德隆立刻说出了安德没说完的话，即自己自愿成为安德的仆从，被召唤去主位面。安德吓坏了，赶忙解释是开玩笑，还提出去跟蒂娜商量，让他重新做骷髅召唤系的亡灵巫师。科尔德隆却表示就按安德心中所想，自己做他的亡灵仆从。安德不敢相信，认为科尔德隆是15级以上的大亡灵领主，不能给自己这刚到10级的小家伙做仆从。科尔德隆表明自己是20级的骷髅法师领主，并给安德2个选择，一是熄灭他的魂火，二是答应让自己跟随。安德明白科尔德隆想去主位面看蒂娜，还想调教自己。科尔德隆见安德犹豫，做出要砍人的架势，安德只好答应。科尔德隆称会让安德有自保能力，免得他再带着队伍逃窜丢骷髅法师领主的脸。安德嘀咕自己只是战略转移，话未说完就被科尔德隆打断，让他过来融合自己的魂火碎片。等和科尔德隆签订好契约，确认没有后顾之忧后，安德彻底放下心来。他拿出藏着的阿克蒙德之伪装展示给科尔德隆看，有主仆契约在，他并不担心。科尔德隆认为这是天意，让安德好好利用，还指出此地不再安全，提议先去骷髅墓园休息，再北上去那座无主白骨城堡，对巫妖领主被毫无痕迹的毁灭命下一事很感兴趣。说罢，他摆了摆手，率先离开大战后残尸处处的冥湖。看着科尔德隆走远，憋了半天没敢说话的地精和科鲁，偷偷问能否开口，安德点头示意所有仆从都能说话。狮巫卡兰问科尔德隆是否是死神送来协助传道的帮手，沉迷于白十字救死扶伤会谎言的他，满脑子都是传道教义。安德有些后悔欺骗他，但不想自打自脸，只能含糊回应，随后带着众人前往骷髅墓园。进了墓园，科尔德隆询问安德被吸血鬼领主追杀的原因，安德将从第一次白骨城堡开始遇到的事情原本讲了出来，但没说清自己枯骨复生术的情况。听完讲述，科尔德隆沉思片刻，让安德拿出捡到的骨卵。安德让地精和科鲁去取，正打算偷听的地精无奈领命，黑骑士达克宁则将脊梁挺得更直守护着。没多久，地精哭爹喊娘的跑回来，说骨卵碎了。安德一脑门子黑线，起身阻止他继续嚷嚷，询问情况。地精称骨卵碎了一地白蛋壳儿，请求主人原谅。安德觉得奇怪，自己与骨卵里的小家伙签了契约，若孵化应有响动，他决定去看看。安德3步并作2步来到骸骨巨熊旁，发现骨卵壳碎在防御力惊人的半包围性鞍尖上，本该在卵内的小家伙却踪迹全无。安德通过魂火碎片也感受不到其存在，科尔德隆观察蛋壳后也不清楚情况。就在众人疑惑时，一道黑影从另一头骸骨巨熊腹腔滑出，速度极快，安德来不及反应就被扑中龙牙面甲，
2天摔倒。这时，一个嗲到骨头里，像台湾电视剧中可爱小女孩向妈咪撒娇的声音传进安德魂火中。原来，一只浑身乌漆麻黑、嘴是赤红色的麻雀，正快活地在安德头顶与双尖间飞来飞去。科尔德龙魂火闪动，似想笑又有所忌惮。安德让他想笑就笑。麻雀自称菲妮，不许别人笑妈咪。它就是从骨卵中孵化的小生命，说话时会溢出淡淡的生灵气息。安德试图让菲妮叫自己爸爸等，但菲妮坚决抵制，坚持叫他妈咪。安德语气稍重，菲妮大哭2声便震塌了石屋。为避免麻烦，安德只能耐心哄她。菲妮因安德说自己是小东西而生气，又要大哭，安德只好一字一顿地表示妈咪很喜欢菲妮，心中却不断麻醉自己，骷髅美小 JJ 也能做妈咪。接连大半个月未曾露面的安德老爷，终于依次接见了管家德利克、大骑士亚克、矮人大师扎克里、半兽人萨尔、镇长老罗宾汉，还有来自乡邻镇长的领主特蕾莎小姐。他的出现让基洛夫镇中勋爵老爷得了重病的流言彻底消散，笃信有男性领主的领地才安全的镇民们解除心中不安，重新投入工作。但这让一些心向苏霍伊的人颇为失望。安德肩膀趴着小黑鸟，听取众人报告后，发现这10几天镇子情况良好，新建或改建的设施都进入生产阶段，铁矿井采掘繁忙，铁匠铺打铁声昼夜不停，酿酒作坊酿出安德命名为伏特加的麦酒，虽价格高于普通麦酒，却供不应求。镇西圣徒酒馆是唯一销售伏特加的地方，天天爆满。镇里有闲钱的男人们除争抢特价卖酒，还留恋酒馆的钢管舞。原来普通的妓女跳钢管舞竟如此勾人。不过酒馆规定钢管女郎是正式员工，除非本人愿意，否则他人不能侵犯。闹事者会被伤残佣兵教训，企图烧酒馆的人被双锤10人魔卫队抓住，以妄图毁坏领主财产的罪名被绑在镇中树上打个半死。特蕾莎因安德请他帮忙设计酒吧小东西，见识酿酒作坊后嗅到商机，想操持伏特加增值销售。他认为可将其装入特制酒瓶高价卖给贵族，安德认可并提出诸多想法，如用琉璃做瓶子，用封印魔法封口，送酒给大公或好评，定666金币1瓶的高价，改名为皇家礼炮，还让圣徒酒馆的伏特加从明天开始掺1成水，逐步掺到5成，拉开与皇家礼炮的差别。安德边说边给特蕾莎画酒瓶子形状，特蕾莎觉得他像奸商。解决完事务后，安德从亡灵位面召唤来科尔德龙，要安抚蒂娜小丫头。几天不见，蒂娜憔悴了，安德向她讲述自己的遭遇，介绍科尔德龙和小黑鸟菲妮。菲妮不受位面规则制约来到主位面，很喜欢蒂娜，逗得她娇笑。蒂娜向不知身份的科尔德龙认真致谢。科尔德龙因蒂娜的气息和相貌像维兰德与薇拉，情绪激动，要求回亡灵位面，安德送他回去。之后，蒂娜向安德倾诉10几天来既要主持领地事务，又为他担惊受怕的经历。安德静静倾听，感受他对自己的依恋。小姑娘没讲完就趴在安德膝盖上睡着，安德像慈父般将她送回卧室，添柴后坐在摇椅上陷入沉思。对于自己这段时间的古怪经历，安德始终理不出头绪。他本性懒散，便把想不通的事暂时搁置。尽管隐隐感觉有股无形力量推动自己前进，但他暂时无法将事情串起来，整理出清晰脉络。毕竟身在局中，看清整个棋局并非易事。此时的安德非常疲惫，因为骷髅法师大领主科尔德龙一直在毫不间断地操练他，试图让他全面而细致地掌控所学的亡灵法术。昨天，安德演示完11个亡灵法术后，科尔德龙对亡灵操控术和枯骨复生术未做评价，而其他法术，比如安德释放的3根骨毛，最近的离攻击目标都有1米，被科尔德龙评价为垃圾。安德凝聚出面骨盾，还没说话就被科尔德龙一骨毛扎成筛子，又被评价为废柴。不服气的安德接二连三地释放亡灵法术，却都遭到科尔德龙的嘲讽。科尔德龙称安德对亡灵法术的理解糟糕透顶，要对他进行法术掌控训练，最短期限为主位面的30年。疲惫的安德听着科尔德龙滔滔不绝的讲述，明白了亡灵的时间概念。一想到未来30年每天都要持续释放亡灵法术，耗空精神力后还要听科尔德龙讲课，他就觉得恐怖。科尔德龙毫不留情地诋毁安德，称他是魔法白痴，还以安德释放骨毛命中率低为例进行打击。安德抢辩说没瞄准好，与是否是魔法白痴无关。科尔德龙指出，施法速度、施法强度和法术控制力是衡量法师是否合格的3大标准。安德除了施法速度勉强能看，其他2点一无是处。为了让安德明白，科尔德龙随手凝聚出2只骨毛，精准地从做靶子的骷髅头眼窝扎进去，骨毛碎裂消失。安德惊奇不已，科尔德龙再次强调安德是魔法白痴，安德满肚子邪火却不敢发作。科尔德龙似乎看透了安德的想法，肯定了他认为自己使用千年骨毛才有精确操控力的想法，并问他高等亡灵与低等亡灵的区别。
安德思考后回答：高等亡灵攻击力更强，对技能的使用更像本能。科尔德隆解释，所有亡灵技能最初是被死神强行铭刻，普通亡灵升级时间长，有足够时间掌握法术，到10级成为亡灵领主后会对下意识使用技能产生抗拒，能优化组合技能战斗，这就是与低等亡灵的区别。安德故意气科尔德隆，表示没明白他的意思。科尔德隆刺激安德，称他虽从0级成长为亡灵领主，但除小聪明外其他方面不合格，必须重新磨砺。最后，科尔德隆提出一个安德感兴趣的问题：亡灵法师为什么学不会主位面的亡灵法术？主位面暗黑系法师所使用的亡灵法术，本质上和亡灵位面的法术系出同源，表面看区别仅在于使用者，实际上二者存在明显差异。黑暗法师，尤其是亡灵巫师释放法术时，不仅要有精神力支撑，还需在脑海中构造出法术模型。以释放亡灵法术白骨装甲为例，释放者要在脑海想象出白骨铠甲，再向死神献祭精神力，使成型的白骨装甲出现在亡灵身上。强大的亡灵巫师能同时为多个亡灵制造白骨装甲，但法术结束后若要再次施展，就得重新重复上述过程。亡灵系魔法生物释放法术则是另一种模式。以安德释放骨毛为例，由于其魂火中有死神早已铭刻好的骨毛法术模型，他只需简单输入魔力，无需向死神献祭，将骨毛丢出去即可，基本不费功夫。然而，这也导致安德除了枯骨复生术，对其他亡灵法术只是填模句式释放，只追求速度，根本不理解法术控制力。而且，正是因为亡灵位面法术与主位面亡灵巫师魔法本质不同，安德学不会主位面需要向神灵献祭精神力的法术，就像不同配置的电脑需要不同驱动程序一样。科尔德隆向安德分析清楚问题后，安德感叹姜是老的辣，骨头也是老的滑。原来，亡灵们会通过不断使用法术，尝试控制法术以增强威力和提高准确度，毕竟亡灵间战斗频繁，技能效果好，存活几率更大。但安德专注于枯骨复生术与亡灵操控术，捕猎打架多让仆从代劳。科尔德隆为维兰德子孙安全，决心将安德改造成大杀器。他对安德进行思想改造，安德起初没理解，让地精用火枪解决新出现的骷髅长枪兵，被科尔德隆制止，要求他肉搏。安德发现科尔德隆不受亡灵主仆契约完全控制，契约被做了手脚，但也只能接受训练。一只出生的骷髅长枪兵对身着全身龙牙铠甲的安德毫无威胁，他用领主威慑轻松拆解。科尔德隆发现他作弊，命令他独自猎杀领主级别以下亡灵，不许再用领主威慑。安德在与8级巨型抛尸蜘蛛战斗时，剩余精神力够释放一次骨盾与一根骨毛。他释放的白骨牢笼被蜘蛛砍碎，又凝聚塔形骨盾躲避。最终，蜘蛛撞在奇特骨毛上死亡。安德吞下蜘蛛魂火后，向科尔德隆抗议，称连续杀了30个要休息。科尔德隆表示自己是骷髅法师无人性，并下达新猎杀令，让他去弄死9级的僵尸蜥蜴人勇士。穿着刺神器化作活人模样的安德勋爵，因精神无比疲惫，耷拉着眼皮，眼圈乌黑。他将特蕾莎送出号称基洛夫镇最神秘房间的卧室。昏昏欲睡的安德轻轻拍了拍特蕾莎的香肩，暧昧地夸奖她：“你太棒了，特蕾莎。下一次，我想你一定能表现得更好。”特蕾莎因安德的言语和轻佻行为，面带红潮，羞涩地垂下脸庞。安德浑然不觉自己的不妥。这段时间他被科尔德隆操练得很惨，除了在主位面的几个小时，其他时间要么拼命使用各种法术，要么与亡灵生物肉搏，基本很少出自己的卧室，都是让人进来报告事情。特蕾莎不知从何处找来几个会制造玻璃与琉璃的地精，玻璃作坊已修建完毕，即将灌装皇家礼炮，这可是事关领地收入的大事，所以安德拖着疲惫的身体将他叫进卧室好好夸奖。然而卧室本就暧昧，安德多次将年轻貌美的特蕾莎请进去谈心，在外人看来，与特蕾莎不沾亲不带故的安德随便派人把她从自家领地请来，还常在卧室密谈，每次特蕾莎出来都面带红潮，心情激动，于是基洛夫镇和伊洛奎镇都传言他们有奸情。好事者甚至在圣徒酒馆开了赌注，赌他们何时成婚。这事儿除了忙得不知情的安德，其他人包括特蕾莎自己都有所耳闻。安德还当着守门骑士的面说暧昧的话，特蕾莎更不好意思了。安德吩咐特蕾莎告知管家自己会抽出时间见明天来领地的客人，顺便把蒂娜叫回来，然后回卧室休息。特蕾莎羞涩答应后离去，想到与安德的点点滴滴，她脸色更红，脚步也有些歪斜。守门骑士乌代调侃特蕾莎走路不稳是因为与安德有私情，大骑士亚克训斥他，提醒他要遵循骑士必须保持公正之心，不得肆意猜测他人的戒律，强调勋爵把他们当心腹，让他管住嘴。乌代被教训得不敢再说话。回到卧室舒坦躺下的安德自然不知骑士们的闲言碎语，他回忆被科尔德隆特训的收获，以能暗器教会找到法术模具并尝试拓宽增强，对科尔德隆有了感激之心。此时环山隐修会6长老传来消息，
他们终于要来基洛夫镇见安德了。安德眼下最感兴趣的，当属从骨卵孵化出来，一口一个妈咪的红嘴小黑鸟菲妮。这小家伙随安德从亡灵位面到主位面，见到蒂娜后，当天就把安德抛到九霄云外，和小姑娘玩的那叫一个欢实。神奇的是，安德返回亡灵位面后，菲妮竟能留在主位面，丝毫不受主仆契约的影响。他在主位面跟着蒂娜，每日吃喝玩乐，过得有滋有味。可怜的肥鸟豆豆被菲妮当成坐骑，稍有怨言就会被痛揍一顿。安德对菲妮十分关注，可除了能意识交流，不受法则限制留在主位面外，并未发现他有其他特别之处。查了魔兽书籍也没找到相似的记载，安德便决定以后再慢慢探究。菲妮有个拿手的狮子吼音波攻击，安德觉得他能保障蒂娜的安全，也就不再过多纠结。他和蒂娜、菲妮聊了会儿天，告知蒂娜明天环山隐修会的长老会抵达领地。安德盘算着领地上事务繁多，但人手严重不足。就拿铁矿井来说，以前有好几百人，如今连100人都不到，铁矿石产量仅够矮人铁匠铺使用。他打算把隐修会总部的3000多人迁到领地，这些人大多是普通平民，雪山环境恶劣，领地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过，他们的信仰问题是个难题。安德打算明天和长老们谈谈宗教改革计划，谈不拢就想办法分裂他们的教派。领地产业发展急需人手，基洛夫镇的农夫开春后难以离开土地，圈地运动又不敢搞，安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隐修会身上。昏昏欲睡的安德被菲妮打断思绪，菲妮先是在他头发上荡秋千，接着飞到头顶撒起赖来，要求安德陪他和蒂娜玩，还把称呼从妈咪改成了爸爸，说是蒂娜和豆豆教的。安德无奈答应，这才明白菲妮的撒赖是跟豆豆学的。他心里说菲妮坏话被察觉，菲妮飞回蒂娜怀里诉苦。蒂娜怕安德责怪菲妮，主动揽下责任。安德正打算继续研究宗教改革计划，管家德立刻前来报告，铁矿井出了意外，说是闹鬼。安德决定亲自去查看情况。与此同时，6名长老站在基洛夫镇圣徒酒馆外的广场上，双眼被白纱缠住的斯菲尔长老让拉奇格描述看到的景象。拉奇格说看到了一面有漂亮金边，环绕翠绿相叶，正中是赤色羽翼祈祷天使的贵族旗帜。站在铁矿井边打了个哈欠的安德打断经受其实库塞的诉说，直接问他矿石每天少了多少。因采掘矿工不足，这铁矿井每天开工仅7、8个小时。前几日有细心矿工发现，第一天采掘面到第2天莫名多出好几米，只剩下不含铁矿石的矿渣，且未采掘矿石消失的越来越多。矿工们每天提着昏黄马灯进入矿井，看到被奇怪动物啃过的含铁矿脉，还有潮湿泥地上时隐时现的3个脚趾大脚印，恐慌不已。守卫矿井的库塞骑士带队进去查探，可矿井如蜘蛛网般错综复杂，他只能灰溜溜回到地面。查不到盗贼，也不向地底生物所为，库塞觉得这是闹鬼。库塞扭头询问身边黑黝黝的中年矿工后，回答安德每天损失约1矿车矿石。安德又问损失数目是否增加，中年矿工称每天差不多，都是1矿车左右。安德接着询问每矿车矿石的含铁量，中年矿工表示以前听说能烧出小半车铁，但不清楚具体含铁量。安德估算含铁量约为30%到40%，认为这在地球上算低频铁矿，但在异世界有矮人铁匠，矿石品质不是问题。他琢磨着，若真是幽灵弄走铁，那肯定不是人干的，毕竟150、60斤纯铁换不了几个金币，矿工没能力，卫队不屑于做，可他实在想不出是谁所为。安德决定下矿井考察，顺口问中年矿工名字，得知他叫杰克·格林斯潘，可叫他黑杰克。黑杰克劝阻安德下矿井，称矿洞又黑又脏，不适合贵人下去。安德让他在前面带路，安排大骑士亚克将骑士分一半随自己下去，还特意叮嘱管家看好克里斯蒂娜维希女勋爵，别让她进矿井。小丫头不肯就范，安德吩咐管家务必要看好她。大骑士亚克挑出4人随安德下矿井。在黝黑阴暗的矿井中，安德总感觉有东西在窥探自己，可他和麾下2名幽灵麦哲伦与加伯利都没发现生物的讯息。他想到1000年前亡灵巫师立下不在主位面制造亡灵生物的灵魂誓言，觉得不太可能是亡灵生物。黑杰克举着火把在前面带路，一边领着安德等人在矿洞里钻来钻去，一边诉苦，说奇怪脚印时隐时现，守夜人会突然睡着，醒来常被埋在矿渣里，矿工不敢继续干活。安德问黑杰克在矿井干活多久，黑杰克说从重开矿井就来，将近2个月，还提醒安德前面有坑。这时安德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嘲讽之笑。在矿井中，黑杰克领着安德前往采掘面。走着走着，黑杰克踩过一处积水后突然停下，似在犹豫。安德让他有话直说，黑杰克先是称赞安德到镇子不到2个月，镇子就有了大变样，还提及上次自己侄子在圣徒酒馆闹事，差点烧了酒馆，严重触犯了安德的贵族尊严，
但安德并未绞死他，只是鞭他一顿后送来矿井，且安德与自己说话毫无贵族架子，凭着不经意的仁慈，他认定安德是好人。接着，黑杰克恳请安德现在就回地面，不能再朝前走了。安德好奇询问原因，黑杰克表示不能说，但保证对安德没有恶意，只称在朝前走可能会发生意外。他咬着厚嘴唇，笨拙地摇了摇脑袋，内心挣扎后拒绝说出缘由，因为说了会有很多人会死。安德明白了情况，让大骑士亚克逮捕黑杰克。他还自言自语地说，矿道最深处藏着5个卓尔精灵刺客和老镇长罗宾汉。大骑士亚克反应迅速，让鲁格夜甲骑士排好阵型，保护安德撤离。